此人犹如蟒蛇一般，身形诡异，急速如风，眨眼间已将明月心牢牢缠绕。说，你们是谁？为什么要当短魂呀？随着力度的加大，骨骼错位的声响频频发出，两人连忙解释是失足掉落谷底的，并无恶意。20年孤独的崖底生活使他不相信任何人，缠绕力度再次加强。此时明月心痛苦的呻吟越来越大，傅红雪一再坚持是从崖上落下，并非故意冒犯前辈。而此刻老头目不转睛地看向傅红雪，嘴中喃喃自语，表情像是见到故人一般。这时空中突然雷声大作，电闪雷鸣，老头随之也发出痛苦的哀嚎声，速速松开缠绕，瞬间消失在密林的深处。两人看向逃离的方向，惊魂未定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夜深人静，漆黑一片，崖底的天气变化莫测，雷电和哀嚎声再次打破这寂静的黑夜。会不会是那位前辈？听声音，好像是从洞穴深处传来的，过去看看。两人顺着声音发出的方向，来到一处幽暗的洞穴内，看到了白天那个犹如蟒蛇爬行的怪人。此时的他正蜷缩在地上，已然看不出来是白天的那位绝世高人，面露狰狞，痛苦的挣扎。雷声越大，疼痛感也随之越厉害。善于观察的明月心看出了其中的端倪。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他背上的高光、隔鱼、身中3穴，中了暗器，迟迟没有拔出来。这3大要穴受损，每到阴雨打雷的天气，必会痛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此话一出，老头的情绪波动更大，扬言要杀了两人，让他们赶快滚出这里。无奈之下，只好暂且离开。俗话说，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一晚上都在忧心老头的傅红雪，早上与明月心一起带上食物和水，决定再次去往山洞探望他。而此时的老头经过昨夜一晚的折腾，已经昏死了过去，上前将水灌下，方才苏醒过来。倔强的脾气再次让两人陷入两难，傅红雪只好点了他的穴道，方才安静。扒开后背的衣服，3颗暗器毒针映入眼帘，他运功催动内力，强行将老头体内的暗气逼出。明月心上前拔掉毒针，烈焰红针，心中已知此人和向应天也有着莫大关系。而这边的奇异性，自从2次使用混元真气救傅红雪和明月心，头上的白发是越来越多，外表也从精神小伙变成了一个中年大叔了。我问你，你管傅红雪叫什么？大哥哥。是啊，我就大他20几岁，为什么你就叫我伯伯了？此刻和傅红雪相比，足以见得对周婷的爱慕和关心。身处崖底的傅红雪为了给父亲报仇，手刃向应天，一直苦练灭绝十字刀。这时只见2颗石子飞了过来，原来是那个怪老头，一眼便识出此招是出自灭绝十字刀。经过上次2人的帮助，此人才慢慢放下了警惕之心。没想到老头对这刀法竟如此精通。但是你不管怎么练，也练不全这套刀法的。你从哪儿抽出来的？晚辈何须偷学？这正是家父杨长风名闻天下的绝学。什么？杨长风？当听到杨长风3字，老头难言内心的激动。从傅红雪的口中得知家父杨长风是在自己坠入悬崖的前一天死的，老人方才恍然大悟，断定害自己的正是向应天。原来面前这个蓬头垢面的怪老头，正是他们的师傅烟波天客。你怎么知道我是烟波天客？20年前有2个成名的侠客，一个是当上武林盟主的杨长风，另外一个就是仁义大侠向应天。再加上你熟悉灭绝十字刀法，这世上除了他们的师傅烟波天客，怎么还会有别人？没错，我就是烟波天客。有了这个绝世高人，他们离开此地是否就会易如反掌？让我们拭目以待。孤月冷，夜光寒，空一人，破天惊，急速旋转的刀锋在月光的映射下更加的杀气逼人。神秘人以气运刀人刀合一，迅雷之势快速向众人袭来，所到之处纷纷倒地无还手之力。此时2人左右夹击，甩出手中的铁链将神秘人双脚困住。只见他飞速旋身，挥刀一式砍断束缚，紧接劈向地面一人，刀气纵横，刀影虚幻，手掌十字形伤口赫然出现，分寸恰好伤人留命，凌空落下屹立在墓碑之上。此时刀柄到全身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凝结成冰，各掌门看到手掌的伤口都吃惊不已。杨长风，灭绝十字刀。当大家来到外面，眼前的一幕更加的匪夷所思，极像死去多年盟主杨长风的影子。就当疑惑之时，此冰人突然悬至半空，周身冰块炸裂破冰而出，手持利刃缓缓而降。现任盟主向应天上前询问此人名字。杨长风的儿子傅红雪，以冰封身的功夫名为九阴血破功，此功是塞北魔教独有。从他的口中得知其母亲是魔教公主花白凤，论辈分应该叫他一声向叔叔，但是在他的心里只有仇恨没有亲人。从今以后，我父亲的仇我一个人扛，你们有谁害过父亲，我一个也不会放过。众人面面相觑，此时的气氛依然降到了冰点。
随后施展轻功绝尘而去。叶开见状也紧随其后，两人踏于湖面，身轻如燕。你这武功比你高的是？好，要不咱俩打个赌，输的话你是我弟弟，一辈子听我话。话音刚落，傅红雪拔刀劈来，凌厉的刀气炸得乱石横飞。傅红雪并不想和他纠缠，准备离开。这时只见叶开双手旋化，内力幻化一条青龙若隐若现，随着双掌推出，身前数十枚飞刀快如蛟龙，急速如风。龙吟般的声音使他快速转身做出反应，随即一刀劈向水面，巨大的浪花形成水墙挡住了飞刀的进攻。当叶开上前查看时，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傅红雪，你有没有受伤？躲我是吧？傅红雪，你躲不了我的，我会找到你。夜风凛凛，一女子大喊救命，飞奔撞向点苍派的掌门。是艳福还是焰火？女子回眸，肤白貌美，老头瞬间被迷住。这位大哥，救救我！言语间尽显妩媚，柔弱中不失水灵，微微一笑，懂得自然懂。你别怕，我给你疗伤。这一幕刚好被暗处的傅红雪尽收眼底。为了给父亲报仇，江湖各派都是他调查的对象。门外的傅红雪将作何决定，让我们拭目以待。老头摘下眼罩，瞥见胸前挂着2颗黑球，像双打的茄子，顿时就蔫了。奶奶，我求求你，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啊！话说刚刚，老头无意中得知夜晚醉酒的男人在这条街上是最靓的仔，并且极易交到桃花运。果不其然，只见远处一个妙龄少女径直向他飞奔而来，投怀送抱。此事把老头也整了。女子回眸百媚生，肤白貌美惹人疼，老头瞬间被迷住。这位大哥，救救我！言语间尽显妩媚，柔弱中不失水灵，抱起女子来到客栈。女子惊醒，老头编造谎言说道：“你的内伤很重，必须尽快疗伤方可痊愈。不过前提就是要宽衣解带，一丝不挂。”你把眼睛掩住替我疗伤，可是你千万不要睁开眼睛。好，你别哭啊！屋外的傅红雪一是担心女孩的安危，二是老头是杀父凶手的重要线索，就一直尾随。乖乖的听话。随着老头的一声哀嚎，没想到这一切都是女子的阴谋，目的是为了讹诈身上的钱财。你刚才玩的不是很上火吗？怎么这么着急就想灭火？此时听到点苍派的掌门危在旦夕，为了杀父的线索破门而入，上前打翻女子，趁机逼问老头当年是谁害死的父亲。是我说，当年杀你父亲的事。还没等话说出口，女子起身抡起木棍砸向他。你们两个别说了，快把火灭掉！我求求你们！原来炸弹也是假的，眼看不是傅红雪的对手，故意隔断绳子。老头手抓到挥，起身快速向外逃。当傅红雪反应过来时，一把撒向他的脸上。女子看他要走，立马上前纠缠。不准的！哎呀，你赶紧给人家遮羞费啊！但傅红雪并不吃他这一套，他看向手中只有区2枚铜钱，无奈之下只好来到鬼先生这里，躺在床上，双臂张开，任由他来摆布。周婷，你可要想好了，当真要卖给我？处子之身可是很珍贵的。不珍贵怎么值钱啊？废话少说，快完事快给钱！来吧！是不是和你们期待的不一样？女子来这里只是卖血而不是卖身，而这边一场更大阴谋在等着傅红雪。只见一男子来到点苍派夫人的房间。别乱来，你弄得人家好痒。回头一声尖叫打破了黑夜的宁静，脖颈上的十字花刀，这一切都指向了傅红雪，她将如何应对，让我们拭目以待。碎银几两让人成熟，也让人无奈，柔弱的身躯也要挺起生活的重担。周婷，你可要想好了。废话少说，快完事快给钱！来吧！周婷没能在点苍派老头那里捞到好处，只能再次选择到鬼先生这里卖血换钱，因为家里面有几个被他收养的弟弟妹妹全靠他吃饭。当他带着烤鸭回来时，看着他们脸上扬起的笑容，做什么都值得。夜太深，处处杀机四伏，一身傅红雪装扮的刺客偷偷潜入点苍派洛夫人的房间，一只手刚搭到她的肩膀，立马就来了反应。别乱来，你弄得人家好痒。转头后，随着一声凄惨的叫声，打破了深夜的宁静。客栈里的众人听见动静，纷纷跑向房间。当看到脖颈上的十字花刀，断定就是傅红雪的手笔。点苍派的弟子们为了抓住他，提前在他必经之路上设下了重重陷阱。当他路过此地，就立马触发了机关。只见竹箭牌开始向他射来，凌空飞起立于箭牌之上，顺势将他击碎。双脚刚落地，四肢就被绳索困住，悬在半空。点苍派见状，从暗处出现，手持利剑上前就要解决掉他。
幸亏叶开及时赶到，化解了他们的进攻。叶开让傅红雪辩解：风雨，你快说，人不是你杀的。是我杀的又如何？那就用你的命来还！冷孤傲的他双脚相碰，绳子断开，又借机拔刀砍断绳索，摆脱束缚，借肩膀之力飞身来到骆家父子面前。数招过后，两人均被打翻在地，转头攻向众弟子。身随不换，行云流水，手起刀落，刀气近身。眨眼间，众人已纷纷倒地。此时，骆少主的一番话彻底激怒了他。这杨长风那个老杂种生的小杂种能把我怎么样？只见他双眼赤红，呼吸急促，刀刀致命，毫不留情。在场的人见状立马逃离，提着刀踉踉跄跄来到一处山洞。叶开也跟了过来，巨石上赫然刻着闯入者死。果然，当他没走两步，地上的巨石就动了起来。经过一番躲避，才到达洞口。暗处的叶开看到了傅红雪为什么眼中没有爱，只有恨的原因。你生下来是做什么的？报仇！大声点！报仇！大声点！报仇！叶开决定帮助解开他心中的爱，无意间在丛林中认识了想要勾引他的周婷，随即对他开出1万两黄金的筹码，让他接近傅红雪。周婷能否赢得傅红雪的芳心，让我们拭目以待。天下第一掌，象应天推心掌。天下第一剑，峨眉了云定阳针。天下第一拳功，少林果界易筋经。天下第一暗器，小李飞刀叶开。天下第一刀，无间地狱傅红雪。公子羽派冷月使在云天之巅公布江湖名人榜，就是想用舆论的力量瓦解各势力，引起江湖纷争。此时霸王刀看到自己没有榜上有名，瞬间恼羞成怒，破口大骂公子羽是天下第一瘪三。冷月使哪能惯着他，随即催出一掌，无形的掌力向他袭来。在这紧要关头，叶开用斗笠打翻他，方才躲过，起身施展轻功来到人群前，落地转身，瞬间2枚飞刀已脱手之处。冷月使催掌将其化解。飞刀幻影，小李飞刀的传人叶开。叶开询问公子羽为何要公布武林名人榜，冷月使简单一句无可奉告，而后施展轻功飞身离开。叶开知道追上他也问不出个所以然，就没有继续再往下追。众人纷纷问他是否是小李飞刀的传人叶开。你就是小李飞刀的传人叶开？是啊，原来你就是天下第一暗器小李飞刀叶开。心地纯良的他不知道究竟是何意，就点头答应。没想到众人使出自家暗器向他进攻，看到众人不罢休的架势，迅速逃离此地。为了远离各派纷争和对自己的追杀，他只能男扮女装躲在大街上。忽然被一阵打闹声吸引，只见此人面对手持利刃的壮汉，身法灵活，拳脚配合默契，旋身至空，掌法张弛有度。当众人追他之时，双手暗器出现，准确无误击中对方，确定壮汉没有追来，才松口气。叶开好奇上前打听此人的来历，真所谓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问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叶开。叶开？我呢，虽然是个淫贼，但是淫贼？我呢，虽然到处采花，但是我保证，对于你这种毫无姿色的大姐，我是绝对不会冒犯。相聚就是有缘，也想看看此人冒充自己到底有何居心。随后两人来到一间酒馆，俗话说酒后吐真言，没想到没有把对方喝醉，自己却先迷糊了，看人都宠你。这时霸王刀闯进酒馆，大声扬言要找傅红雪挑战。叶开闻声踉跄的向前问找傅红雪干什么？你们找傅红雪干嘛？我要杀了他！除了我霸王刀之外，谁都不配称天下第一刀。你，那个傅红雪提鞋都不配。话音刚落，举刀一个横劈，瞬间一招数砍。喝酒之人见状，使出羽毛暗器，众人堪堪躲过。当看到柱子上的暗器羽毛，飞羽如魂，你是孔雀山庄的人，知道还不快滚！知道此人不好惹，方才带人离开。次日早晨，南宫绫发现叶开的胸口前挺着2个窝窝头。初到世面的他并不知道叶开是男扮女装。我明白你的苦处，你是用作假的事情，我不会说出去的。哎，你可千万不要说出去哦！知道身份后的两人将会发生什么，让我们拭目以待。小李飞刀和孔雀翎天下2大暗器到底谁更厉害？看这场比拼就能窥探一二。欢迎飞刀！
而这一切的起因还要从公子羽在云天之巅公布的江湖名人榜说起。这天，当冷月使宣布天下第一暗器是小李飞刀叶开时，场下孔雀山庄的少主看到孔雀翎没能上榜，心中发誓一定要除掉叶开，就跟妹妹南宫翎谎称叶开不但瞧不起孔雀山庄，还是一个采花贼。为了引出他，南宫翎就女扮男装假冒叶开，到处招惹是非。机缘巧合下和男扮女装的叶开相识，我叫叶开。没想到两人如此的情投意合，一起下酒馆喝酒，并保护醉酒的叶开赶走霸王刀。事后又随他一起联手帮助傅红雪赶走神秘人，还为叶开胸部作假的事情保密。有些女人天生就是发育不良，大姐，你放心好了，我明白你的苦处。你胸作假的事情，我不会说出去的。如此单纯天真的女孩，却被叶开骗得团团转。昨晚由于喝醉酒，两人就睡在一张床上。早上，南宫翎朦胧中摸到了叶开的胡须，感觉不对劲。大姐，你皮肤好粗糙哦。起身睁眼细看，惊恐地发现原来大姐是男人，自己竟然和一个男人睡在一张床上。而南宫翎嘴角掉落的半截胡须，也出卖了她的身份。万一我怀了孩子怎么办啊？叶开表示我们只是睡觉，别的什么也没有做，是不会有小孩的。看到他如此的伤心，真是被他的天真给打败了。缓过神的南宫翎这才想起问他的名字，有什么不敢说的？我就是叶开。没想到自己苦苦寻找的人竟和自己共枕眠，越想越气，随即掏出孔雀翎，决定和他一决高下。但叶开并不想和他交手，不备之时吹出石灰粉，趁机溜走。而南宫翎紧追其后，两人随后追到一处树林中，飞身落地，随手织出数枚孔雀翎，不料都被叶开一一避开。两人同时飞身旋转至半空，交手数招，南宫翎被打飞出去，刚好被赶来的哥哥接到。随后就发生了小李飞刀和孔雀翎的初次交锋。欢迎飞刀！叶开并不想和他们发起冲突，伺机飞身离开。眼前这个出水芙蓉、清新脱俗、妖娆多姿的女子，正是明月心。红扇，帖子送到了吗？送到了。姑娘怎么敢肯定傅红雪一定会来赴约呢？天下间没有一个人的心思是我猜不中的，也没有一件事情是我明月心料不到的。他正在邀约燕南飞和傅红雪两人的交战，天下第一鞭的燕南飞和天下第一刀的傅红雪，谁能笑到最后？让我们拭目以待。领教天下第一鞭。好。这是燕南天与傅红雪的第一次交锋，也是刚与柔的究极碰撞。为了撮合这一战，人称武林小诸葛的明月心在中间是重要的一环。有人说，美丽的外表下却隐藏着致命的陷阱。花容月貌的明月心最擅长抓住人的软肋，从而置人于死地。姑娘怎么敢肯定傅红雪一定会来赴约呢？天下间没有一个人的心思是我猜不中的，也没有一件事情是我明月心料不到的。明月高悬，夜风凛凛，空中一人身坐停轿，在侍女的陪同下缓缓而行，歌舞奏乐，饮酒享受，在不解风情中尽显风流，宠辱不惊，悠然自得。反观旁边的侍女红扇，却显得格外的紧张。傅红雪在杨长风的坟前一战成名，也算是个人物，他绝不会做这种偷鸡摸狗的勾当。而这些话恰好被刚到的傅红雪听到，谬赞了！此声一出，所有人都进入备战警惕状态。只见燕南天手扇一挥，一杯浊酒径直飞来，傅红雪以刀身相接，落地之后一饮而尽，心胸坦荡，磊落不羁。他从怀中掏出暗器，询问是否是你的。燕南天一口否认，孤傲的他转身就走。当听到关于父亲死因的时候，停止了脚步，因为这是他从小到大刻在骨子上的疤。不过前提条件就是在打赢我的前提下。转身的他不会放过这次机会。领教天下第一鞭。话音刚落，只见燕南天贴地旋转，招法诡异，快要近身时，突然从腰间抽出一把银丝软剑，瞬间已到眼前。此剑一出，犹如游龙，急速如风，收放自如，延绵不绝。两人你来我往，不相伯仲。燕南飞好似软剑，精明圆滑，八面玲珑；傅红雪又似钢刀，宁折不弯，耿直坦荡。傅红雪，你终于尝到我的蔷薇剑法了吧？一刚一柔，此剑招法变化不定，攻防兼备。傅红雪一时间也没有抓住破绽，突然软剑变长鞭，甩出碰触石柱，瞬间炸裂。傅红雪顺势已将灭绝十字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说，是谁？你应该问是哪几个？就在这时，一蒙面人出现在楼宇之顶，掷出暗器，被傅红雪挥刀挡下。紧接着又一枚飞来，燕南飞挺身上前，被暗器所伤。叶开见状，甩出数枚飞刀攻向黑衣人。你知不知道那是致命毒针？人生得意知己，死而无憾。你不会死的。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不允许。傅红雪用内功将燕南飞体内的烈焰红针强行逼出。你知道吗？
要想逼出我体内的全部真毒，需要耗费你很大的功力，而且需要10天的时间才能够复原。你确定要救我？不是要救，是不想欠。这就是傅红雪，宁愿耗尽所有也不愿欠人分毫。回来后，燕南飞为救傅红雪中毒针这件事，红善十分的不解，而明月心的一番话却意味深长，可谓是一环接一环，环环相扣。你家公子被傅红雪救走，是我们事先商议好的，因为不能做傅红雪的敌人，就只能做她的朋友。你没听过吗？害你最深的，往往是你最好的朋友。接下来傅红雪将会迎来什么？让我们拭目以待。摆阵！一声令下，只见数名弟子一个个手持利刃后空翻身，借刀身弹性一跃而上，层层叠加，眨眼间一个人形梯已搭好。暗处傅红雪见状，拔刀凌空，瞬间已和骆掌门交起手来。强大的刀气将人形梯打得人仰马翻，随即一招浊浪排空，将掌门打飞落地，腾空踏步转身，持刀一挥，形成的刀气如弯月，寒光四射，收刀如鞘，一气呵成。今天晚上的询问，我傅红雪占了。转身的一瞬间，却被眼前明月心的装扮惊得目瞪口呆，青梅竹马翠奴的身影一遍遍不停在脑海中浮现，激动的心此时引起了癫痫病的发作，不小心失足从楼上摔落。明月心见状及时出手，飞身而下将傅红雪救下。翠奴，这几年你到哪儿去了？为什么你没有死？当他恍神之时，骆掌门趁机使用暗器刺伤傅红雪，叶开凌空出现，将他带离了此地。望着渐渐远去的翠奴，早已忘记了身上的痛。回来后，叶开运功将他体内的子午透补丁逼出，但他却一直处于昏迷状态，高烧不止，嘴中不停念叨翠奴的名字。心病还需心药医，为了让傅红雪尽快好转，周婷不得不请明月心过来帮忙。明月楼中的明月心一身白净布衣着装，古筝声在楼中余音袅袅，不绝如缕。不是曲中人，难知曲中意。燕南天缓缓而来，随后从两人的对话中得知，所有的一切都是两人事前计谋好的。燕南天还在责怪他当时没有趁机杀掉傅红雪，但是明月心的心思哪是他能够猜透，表示必须要趁傅红雪恶名昭著的时候杀掉他，这样才会得到更多武林人士的拥护，到时候盟主之位顺理成章。为了梦想能够早一点实现，决定让明月心去勾引傅红雪，恐怕得要委屈你去接近傅红雪。这时却被周婷的到来所打断，也许一切可能就是上天注定。傅红雪从噩梦中惊醒，突然抓住明月心的手，让她赶紧离开，离自己越远越好，宁愿自己孤独一生，也不愿让母亲伤害到她。当燕南天看到明月心和傅红雪两人缠缠绵绵，心中愤恨不平，下狠心准备杀掉傅红雪。现在傅红雪受伤了，就是最佳时机。公子还是小心为上吧。小心？哼！可是小心不能杀人，只有狠心才能杀人。此时他命人将名为逍遥天蓝的毒药交给点苍派，借刀杀人。突然几人从林中出现，将黄色毒粉洒向二人。傅红雪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把敌人逼退。骆少主瞧见他们身中剧毒，已是强弩之末。傅红雪中毒了，好机会，咱们追！随即带领手下去追赶，两人被众人追至悬崖峭壁处。明月心虽知道此毒名为逍遥天蓝，这毒物原来叫逍遥天蓝，不错，多好听的名字呀！但它本不是点苍派的毒物，如今为何会出现在他们的手中？逍遥天蓝毒性虽奇，却也只能使人四肢酸软，无法运功，并不会夺人性命。为了杀掉傅红雪，他们拿明月心的性命做要挟，没想到在后退的时候踩到了悬崖的边缘，脚下失足，差点命丧此地。此时此景又让傅红雪的脑海中不断浮现当年的翠女。突然癫痫病再次发作，他们能否脱离危险？让我们拭目以待。傅红雪，快点交出灭绝十字刀谱，不然我杀了他！有人说，冷酷的外表下都藏着一颗柔情似水的心。傅红雪何尝不是？今天她为心爱之人单刀赴会，20多年的孤独造就了她冷血无情，但此刻内心更多的是忐忑与担忧。为救心上人，她打算用祖传十字刀谱做交换。你们想要灭绝十字刀谱的话，就给我出来吧！只见两人挟持明月心，凌空飞身落于高台之上，看到他并无大碍，惶恐不安的心才稍作平静。黑袍杀手在鬼面人的暗示下，迅速归位，进入备战状态。傅红雪，快点交出灭绝十字刀谱，不然我杀了他！此时再重要的东西，甚至搭上性命，他也要确保明月心的安全。就在这时，叶开凌空随手一挥，谎称刀谱在自己的手中。傅红雪趁机飞身而起，攻向黑衣人。叶开施展轻功，将手持弓弩的杀手一一打翻在地，借力顺势攻向鬼面人。半空中，两人已交手数十回合。黑衣人见对方有备而来，欲想带走明月心。傅红雪蓄力于刀，刀气纵横有形的刀影犹如寒夜弯月，凌厉迅猛，打得对方毫无还手之力。没想到空中的黑衣人越来越多，危急时刻身背火箭筒的周婷及时赶到。
这时傅红雪才有机会接近明月心。不过安危从剑雨中飞身朝他而来，简单一式击杀黑衣人，飞身上前解救出了他。鬼面人见大势已去，绝尘逃跑，两人四目相对，虽无话，但从眼神流露出的皆是对对方的关心。随后傅红雪把他安全送回明月楼。傅红雪，刚才为什么不顾安危的救我？我太像你的翠农了。没有什么原因，我必须救你，就这样。看到他离开的背影，纠结的内心让他重新认识了这个他原本要杀的男人。而周婷看到自己喜欢的人对自己不管不顾，根本不关心自己。为了验证傅红雪心里有他，叶开决定假冒鬼面人绑架周婷，看看他是否会以性命相救。说干就干。待周婷离开后，骆掌门慌张地去往少林寺以求果界大师相救。刚好路过此地，气喘吁吁的他想借马一用，没想到转身遇到的却是鬼面人，脸色瞬间大变，惊恐万分，立马下跪求他看在以前的情分上救救自己。当听到鬼面人没有要帮的意思，随即从怀中掏出一块令牌。你不帮我，我就把当年杨长风惨死的秘密抖露出去。我不过是摇旗呐喊的人，你才是背后翻云覆雨的人。你想让我死，你也别想好好活着。叶开激动之下，脸上的面具掉了下来，立马点了他的穴道，带着令牌准备找傅红雪过来对他审问一探究竟。殊不知这一切都被暗处的燕南天一览无余，而这边一支羽箭径直射来。喂，傅红雪呢？傅大哥现在去吊鬼林赴约了，骆涛向他下了战书。骆涛？走了。怎么了？燕南天的计谋能否得逞，让我们拭目以待。这个男人被身边小人所害，至此成为武林公敌。方丈不问青红皂白，决意取他项上人头。此阵名为少林罗汉阵，而他又岂是贪生怕死之辈，提刀攻入阵内。没想到此阵攻防兼备，变化精奇无比。傅红雪，赶快束手就擒，免得伤及无辜。此阵法如蟒蛇盘成蛇阵，首尾相应，大开大合，攻击迅猛。看到傅红雪难以脱困，叶开随即加入战斗，飞刀脱手而出，给予傅红雪喘息的机会。此时阵法再次变化。好，就一起来破这个罗汉阵。叶开飞身瞬间已将飞刀甩出，都被少林棍一一挡下。傅红雪使出灭绝十字刀，最强一式无间地狱也未能破阵，并攻向了他的中路弹飞术门。周廷玉上前帮忙，竟被一棍打翻在地，口吐鲜血。傅红雪在此尝试，没想到此阵停下来，重如山岳，无坚不摧，被八卦棍重伤，经脉受损，再无还手之力。此时忽然出现一白衣蒙面，将受伤的周廷救走了。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从林间又出现一个黑衣蒙面，一掌催出，就把罗汉阵打得四分五裂，随即把傅红雪带离此地，把众人也搞得一脸茫然。此人运功为其疗伤，见他已无大碍，转身欲要离开，却被醒来的傅红雪叫住。小主。此刻两人的对话却让傅红雪愤愤不平。身为父亲的弟弟，自己的亲叔叔，20年来却让凶手逍遥法外。向应天表示报仇要等待时机，遇事不能莽撞。临走时从怀中拿出一粒灵药，是当年你的父亲留下来的，你把它吃了，对你的伤情和功力都有所帮助。隔天国界大师和辽阴师太就来侠客山庄一探究竟，把昨天的事情向他陈述了一遍。盟主请放心，令侄被人救走了，来人武功惊世骇俗，没想到傅红雪竟有如此大的靠山。俯冲上前，随即一掌打向他。向应天催动内力，将廖英弹开，后退几步，试探他就是消除自己心中的疑虑。现在不怀疑了，如果盟主是那个蒙面客，想必功力不可能恢复得如此之快。看来蒙面客确实不是盟主，而接下来的一番话更是让他大吃一惊。傅红雪滥杀无辜，实为武林同道所不容。我和了阴师太已经发了英雄帖，为武林除害，召开英雄铲雪大会。他们的目标直指傅红雪，必须将他置于死地。此日大会如期举行，罗少斌为报杀父之仇，立于众人面前，要求向应天交出傅红雪，而他此时却要按江湖规矩替傅红雪做担保。向盟，依照咱们江湖规矩，要替杀人犯做保，必须先3刀6眼，再发以无事。如果后来发现疑犯真的是杀人凶手的话，不但要手刃凶手，还要剖腹自尽，以示公正。话音刚落，随即转身夺取狂刀手中的利刃，要以身自残。这时傅红雪凌空踏步飞身而来，阻止了他的行动。没想到所有的一切都在明月心的计划当中。父亲杨长风的死因将浮出水面，让我们拭目以待。怪不得方丈看不上小女子，原来大和尚还是喜欢尼姑啊！女子话语间句句触碰佛家的4大皆空，方丈只能加快口中的碎碎念来压制，让内心归于平静。峨眉派的众女尼们
我全把他们卖到妓院逍遥快活了。这杀人诛心的话也让众人怒火中烧，但却也无能为力，只因他们刚刚中了燕南飞的逍遥天蓝。这时候侍女上前禀报说，神宫的妙风使者已经快到了。为了迎接使者，燕南飞和红扇已经早在此恭候。这时只见数条白色锦缎从门外飞射进来，一位清新脱俗妙龄女子脚踏之上缓缓而来。没错，此人正是人称武林第一女诸葛明月楼的明月心。云天之巅，紫云分舵舵主燕南飞，恭迎神宫圣使。恭迎圣使。原来为了让燕南飞能够得到生死符的解药，明月心在幕后给他出谋划策，方才把6大门派一举抓获。临走时特意嘱咐速速将他们送往云天之巅。望着他离开的背影，是恋恋不舍，还是居心叵测，另有目的？这边傅红雪和叶开为了解救6大门派，在镇上唯一的粮店前守株待兔。果然不出所料，看见了红扇的出现，两人立马跟踪了过去。不过这一切早在燕南飞的预料之中，事先设下重重陷阱，请君入瓮。只要他踏进这店里一步，他的死期也就到了。这时只见一人头戴斗笠，凌空飞身踏步来到大殿门前。燕南飞听到傅红雪已上钩，随即戴上鬼面具，用言语刺激他。没想到刀刚出鞘就被旁边的柱子吸走了。看到手中无刀的傅红雪，燕南飞大喜，告诉他此柱乃是南极磁石打造而成，任何金刚制的兵器在这里都会毫无作用。燕南飞这时从腰间抽出一条长鞭，天下第一鞭的他果真不是浪得虚名，打的是叶开连连后退，毫无还手之力，可谓是此鞭在手，天下无有。手中的长鞭时长时短，变化不定。叶开欲上前拔刀，用尽全力，刀身却丝毫未动。这时数名女子持剑一字排开攻向他，叶开无奈只好使出飞刀。小李飞刀的飞刀幻影。燕南飞大吃一惊，心想自己已经中了他们的调虎离山之计，但是到手的鸭子哪能轻易拱手让人？在实力面前，他确实不是叶开的对手。面对这急速如风的飞刀，只能连续躲避，苦苦支撑。这时被傅红雪打伤的红扇慌忙回来，告诉他6大门派的人功力恢复迅速，我们不宜恋战，快走吧。看到大势已去，迅速触发机关，一股热焰喷向叶开，两人趁机破窗而逃。回来后，明月心大发雷霆，指责燕南飞为什么不把6大门派送往明天之巅。燕南飞想一箭双雕，利用6大门派，以此引诱傅红雪，将他们一网打尽。自作聪明的他没想到会弄巧成拙，搞得一塌糊涂。现在主上已经派人来办成恶令了，现在事已至此，让他赶快离开。神宫派来的使者已经出现在明月楼，明月心为了保全燕南飞，随即催出一掌把他藏了起来。面对眼前的使者，他甘愿背负这次事情的所有罪责。你不知道，主上让我们带来的是阴阳生死符。而暗处的燕南飞却被这一幕吓得瑟瑟发抖，惊魂不定。妙使者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姐妹承受如此的痛苦，掏出一颗冰心定魂丹，让她在毒性发作的时候服用。待使者走后，明月心让他赶快离开，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狼狈的一面。你再不走，我恨你一辈子。他为了这个负心汉，独自一人承受着不该承受的痛苦。时隔多日，这天两位使者奉公子羽的命令，再次来到明月楼，告诉明月心有一个任务，只要完成，就可以得到生死符的解药。华白云，聪明的明月心将作何决定？让我们拭目以待。小女孩不可思议地望着自己的双手，饱含泪水的她为刚刚发生的一切连连道歉。没想到同样的事情15年后再次重演。这晚，周婷带着为救自己负伤的齐艺星前往就医。就当准备出发的时候，忽然一个声音从暗处传来：要杀燕南飞，你有这个本事吗？一群黑衣蒙面飞身出现，挡住了他们的去路，目的抓住周婷，引诱傅红雪上钩，从而置她于死地。挥手示意黑衣人欲上前，这时只见一股强大的掌力将他们催退数米。蒙面人也被这一幕惊得目瞪口呆。车内是何方高人？周婷临危不乱，谎称车内之人乃是武林盟主向应天，而此话并没有将他们吓退。众人上前没几下，就将手无寸铁的周婷给控制住。齐一天闻声破车飞身而出，腾空踏步，凌空出脚，将黑衣人打翻在地。没想到催动内力的同时，伤势也更加的严重了。现在的他已经远远不是黑衣人的对手。看到他已无还手之力，趁机准备痛下杀手。剑身凌厉的寒光从周婷的眼前划过，出于本能保护欲望，激发了他的异能。炙热的火焰喷向黑衣人，身受重伤，随即消失在黑夜里。而此时的他并没有因为打退敌人欢呼雀跃，望着自己的双手，浑身瑟瑟发抖，蜷缩成一团。你的手是红花火焰手吗？当听到这个名字，本能的后退足以见得内心的恐惧。原来蒙面人是燕南飞的侍女红扇。重伤的他此时来到明月楼，请求明月心的帮助。当神宫使者刘星为其把脉观察面色，大吃一惊。这是红花火焰手。而明月心却一口否认，不可能是。紧张的神情和不安的内心说明此事对自己也事关重大，而眼下最重要的就是杀掉傅红雪，得到10字刀骨。
为明月心争取生死符的解药，就没有再过多追究此事。雷厉风行一贯是云天之巅的作风，流星和冷月很快找到了傅红雪，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云天之巅的灵一剑阵，虚幻的剑影和霸气的刀光，两者相碰，一时间战况焦灼难分，双方你来我往，不相伯仲。而这时燕南飞也跃身而来加入战斗，终于还是两拳难敌四手，被燕南飞抓住破绽，一掌将他打翻在地。冷月和流星两人齐力发功，明月星及时出现，为傅红雪挡下了这致命的一击。当众人恍神时，迅速带着明月星逃离此地。傅红雪把重伤的明月星带到侠客山庄，向应天两人一前一后同时发功，方才将他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待两人出去后，他却偷偷地离开了。半道上遇见了周婷，看到如此虚弱的明月星，周婷上前帮他擦掉额头上的汗珠，不料掏手帕的同时，将包里的泥偶也顺势带了出来。明月星认出了他手中的泥娃娃，这可是我的宝贝，最心爱的东西。不停逼问周婷此物你是从哪里得来的。周婷说道是小时候姐姐送给她的。小花，小花，他失声痛哭，抱住自己15年未见得姐姐，人生的无奈，重聚的短暂。这时天空中传来神功的号令，月云天将一锁，流星天际逐魂魄，红花之焰地狱火，亮风巅峰鬼银娥。没想到冷月流星这么快就来。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让我们拭目以待。这一天，拿下狗呀！这个小伙孤身一人来到侠客山庄，公然挑衅武林盟主向应天。两人素未谋面，为何对自己恨之入骨？当听到此人名字叫李富，方才回想起原来是关东人魔李成傲的儿子。他的父亲当年就死在向应天的手中，口中不停地对傅红雪的父亲进行侮辱。叶开玉上前对他教训一番，却被向应天拦了下来。仁慈的外表加上满口的仁义道德，让众人打心底的对这个盟主肃然起敬。而李富听到这些话，却是一脸的不屑。你们这些假仁假义的伪君子！傅红雪和叶开紧随其后，也追了上去。到达树林后，才知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引出向应天。你以为换了兵器我就怕你了？他是李仇，李富在那里。大哥，你不是要引出向应天吗？怎么引来了个小子？两人也是血气方刚，废话不多，三人开始厮打在一起。双胞胎实在太相像了，把傅红雪搞得头晕眼花的，一时间也难分胜负。所谓兄弟齐心，其利断金，两人默契的配合，终于抓住了破绽。叶开及时出现，飞身掷出飞刀，方才让傅红雪顺利脱身。你是谁？叶开，哼，堂堂小李飞刀传人，竟与人勾结，图实暗算。虽知是小李飞刀的传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两人也并不惧怕。随后四人混打在一起，聪明的叶开想到，如果试图把两人隔开，他们的配合将会被打乱。果然如他所说，将两人分开后，他们的单兵作战能力确实不怎么样，很快就被制服了。当傅红雪向弟弟痛下杀手时，哥哥匍匐上前护在弟弟的身前。你要杀我弟，就先杀了我。原本以为可以在除夕之夜，父亲忌日当天拿下向应天的首级，同样是身为人子，凭什么你报仇就能被称为孝子，而我父亲的死就是罪有应得呢？这些话虽然句句诛心，但此时傅红雪却放下了手中的刀。可能李家兄弟和自己太像了，都是在为父报仇，默默地转身离开了。走在路上的他心不在焉，总感觉哪里不对劲，脑海中不停地推敲刚刚李家兄弟的对话，这和向应天说父亲的时间完全不吻合。他说要在除夕夜杀了向应天。不对，向应天是在腊八之前杀了关东人魔，为什么李氏兄弟会继承除夕夜？立马转头回去向两人准备问个清楚。当到达刚刚打斗的地方，环顾四周却不见兄弟两人的身影。这时却看见一棵树的旁边，哥哥的兵器上沾满血渍。随着前方望去，兄弟两人已经躺在血泊中，彻底的凉了。心中忐忑不安，他不愿相信父亲的死因和向应天扯上关系。回来后心中的疑虑让他不想再去面对自己的叔叔。叶开提议可以先到明月楼，请明月心帮忙推敲。这时周婷突然出现，告诉他们明月心被冷月和流星带到云天之巅了，必须马上去救，不然他的性命堪忧。正如他所说，明月心因为上次故意放走傅红雪，公子羽已经知道了。流星和冷月为了保全明月心，准备放走他。你有这个本事往上走吗？居然替他挡灾！我要是不让你去死，真有点辜负你们姐妹的情谊。明月心说到自己对主上不服，公子羽就给他一次解释的机会。放走傅红雪目的就是日后可以更快得到十字刀谱。傅红雪的个性十分顽固，吃软不吃硬，只能智取不能强攻，不然的话他到死也不会交出刀谱。公子羽暂且信他这一回。3个月内你要带着2件东西来见我。这第一件自然是灭绝十字刀谱，第二件就是红花的项上人头。明月心将作何决定，让我们拭目以待。
你能想象自己60岁什么样子吗？周婷今晚可是提前感受了一把，但她的红花火焰手的威力却丝毫不弱。她为什么会出现在云天之巅，并和神宫使者交起手呢？周婷和明月心15年后终于姐妹重聚相逢，但是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当两人互诉衷肠的时候，神宫使者冷月和流星就找来了。红花之焰，地狱火，亮风巅峰，鬼银娥。没想到冷月流星这么快就来了。目的就是要带明月星回云天之巅建筑上，只因他违背命令，不顾性命的救下了傅红雪。明月星被带走的这一幕被周婷看见，周婷知道公子羽是一个没有人性的恶魔，心中的黑暗残暴使他不存在半点怜悯之情。明月星回去之后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主上，这不是您最爱的鸟吗？就是因为它听话，我才疼它。现在它想飞出我的手掌心，它就得死。可见公子羽的内心和手段是多么的可怕。于是周婷和齐艺星决定闯一闯这鬼门关，解救明月星。明月高悬，夜风凛凛，黑夜总能伪装一切。这时只见一个老太婆弯腰驼背的从草丛中出现，你没有看错，这正是周婷。哎呀，愁死了，愁死了！不得不佩服齐艺星易容术的高明，硬是把一个青春小姐姐变成一个花甲老太婆，一切就绪。接下来就是两人飙演技的时候。就这样，他们推着板车一路径直来到云天之巅的大门口，谎称自己砍柴迷了路，方才来到此处。加上老头子身上有病，怕再有个3长2短的，心软的姑娘最终还是答应了他们的请求。殊不知，一个更大的陷阱正在等着两人往下跳。来到院内，看到侍女们押着一个女子，准备支火焚之刑。众人听着，妙公使背叛主上，今夜诚以火焚之刑，以儆效尤。救人心切的周婷不顾性命冲了上去，原来她也早有准备，弯腰拉下手中开关。瞬时间，场内炮声四起，火光冲天。周婷趁乱飞速朝明月星跑去，抬头才发现原来是神宫使者的冷月，随即一掌把周婷推飞数米远。齐艺星和众女子们厮打在一起，一时间也没有办法脱身。这时终于来到了周婷的旁边，3位使者同时发功，将祭台掀飞起来，朝两人猛砸。幸亏两人及时发现，才侥幸躲过一劫。逃跑中，齐艺星嘱咐他千万不能使出红花火焰手，否则必死无疑。使者哪能让他们轻易脱困，飞身上前将两人团团包围。这时才知全部的一切都是个陷阱，就是让两人原形毕露，留你们过夜，目的就是为了引蛇出洞。废话不多说，开始向齐艺星发起进攻，终究还是没能架住3位使者凌厉的攻击，被一脚踹飞数米。就当3人飞身对他痛下杀手的时候，周婷触发了身体内的异能，炙热的火焰朝他们喷射过来。你这是红花火焰手，你是红花使，因此他的身份这次算是彻底的暴露了。傅红雪凌空踏步，及时赶到，随即双方厮打在一起，战况焦灼难分，场面一度混乱。两人也趁机逃了出来。地狱无门，天堂有路，无门勿进，有路相随。是帮我们的那个人跟过来才发现，救自己的正是姐姐明月星。为了不被人发现，必须马上离开。而这边南宫绫正在照顾醉酒的叶开，突然从旁边的水盆中倒引出一个鬼脸。此物犹如鬼魅身法，速度之快，飘忽不定。此刻南宫绫的惊叫声却没有把叶开吵醒。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让我们拭目以待。此物犹如寒夜鬼魅一般，浑身散发着黑气，让人毛骨悚然。饱餐之后，毕恭毕敬地附身在向应天的身前，而向应天也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抚他的头。随后，他从手中拿出叶开随身携带的飞刀，怪物向前嗅了嗅，特意嘱咐记住上面的味道，然后解决掉他的主人。他连忙点头，转身快速消失在视线中。旁边身经百战的狂刀也被这一幕吓得瑟瑟发抖。而这边叶开因为和傅红雪的事情，今晚喝得酩酊大醉，还好南宫绫在床边一直在照顾。他拿着叶开胸前的飞刀细细观察，低头瞬间发现脸盆的水中映射出一个恐怖的鬼影。此物犹如幽灵一般，身法速度之快，飘忽不定，射出的飞刀也被他轻松躲过。两人厮打在一起，南宫绫这时被一脚踹出门外，黑影也跟着追了出来。此时南宫绫被黑影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危机时刻叶开及时出现，凌空飞身将黑影踹飞数米远。叶开连续甩出飞刀，没想到此物竟对物理伤害泯灭，身中飞刀却依旧安然无恙。叶开灵机一动，跳跃旁边的水缸上，拍手吹嘘引诱黑影的注意。灵敏的嗅觉即使看不见也能找到两人的准确方位，黑影撞破大缸，快速朝两人袭击而来。就在这时，傅红雪飞身出现，一刀挥出，砍掉了他的2只手。面对十字刀的攻击依然没事，在地上蠕动了2下，又重新支棱了起来。趁众人不备时，2只断手在他的召唤下死死地抓住傅红雪的肩膀。南宫绫和叶开催掌攻向怪物，这时只见他的身体却像灼伤一样难受，怪物吃痛随后消失在黑夜里。傅红雪被断手抓破肩膀，鲜血直流，此时走路踉踉跄跄，浑身无力。齐艺星上前为其诊脉，方知他已中毒。他这是中毒了，此毒乃西域尸毒，没有解药，
回来后从齐艺兴的口中得知，他中的乃是西域之毒，无药可解，3天后将会中毒身亡。明月心提议带他回无间地狱。魔教公主花白凤出身西域，又是用毒高手，也许他知道西域尸毒的来路。这西域尸毒，并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只要有人肯愿意牺牲，就算你死活都要把这人找来，他也不会来了。因为这个人应该不在人世。你是说玉面神医？玉面神医的混元真气，另外还要加上他的10年功力，才能救得傅红雪。众人听后垂头丧气，因为3天时间是不可能找到此人的。这时周婷想到了湖畔鬼爷爷，那是要混元真气去渡他的全身血脉的，10年的青春，是你用钱能买的吗？一句话，不干。傅红雪能否得救，让我们拭目以待。人生短短数十载，匆匆一世似烟云。湖畔诡异为了给傅红雪疗伤，耗尽毕生修炼的混元真气，还要加上自己10年的寿命为代价，才将他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过度的输出使他已经气喘吁吁、精疲力竭。然而现场没有一个人慰问关心他。此刻的他没有说话，而是步履蹒跚、摇摇晃晃、默默地离开。佝偻的背影在烛光的映射下，是那么冷漠和凄凉。而外面的明月心问的还是傅红雪的伤情。听到他已脱离生命危险，内心的喜悦溢于言表。而经过上次一战，向应天的魅影也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差点命丧黄泉，踉踉跄跄地附在他的身前。孩子，为了医好他的伤，只见他用内力将手掌划破。孩子，吸了我的血，你很快就好了。吸食着血液，并没有让他感到疼痛，反而脸上露出一丝病态的邪笑。尾随而来的叶开怀疑所有的一切都和向应天有关，一身黑衣装扮，偷偷潜入到密道内。进来之后，味道刺鼻难闻，低头发现地上摆放了众多骷髅，更加确信了他的猜想。大意的他不小心撞到了地上的头骨，赶紧弯腰将他复位，但是他摆的方向却没有和以前一样。转角处，他发现向应天正在给怪物疗伤，打算趁他不备时准备来个突然袭击。这时飞刀刚要脱手，向应天对魅影的疗伤已经结束，心想这里的秘密已经知道，下次再来也不晚。准备离开的时候，引起了向应天的警觉，来不及多想，快速逃离此地。当两人追来时，叶开的身影早已不见。向应天低头看见骷髅摆放的位置，确信一定有人来。绝对有人来过，你怎么知道？这个骷髅正面应该要朝人鬼的方向，现在却不一样了。魅影上前趴在上面嗅了嗅，愤怒的动作告诉他此人正是叶开。自从上次鬼医给傅红雪疗伤到现在，就一直没有露面。周婷甚是担心，在找鬼爷爷的途中，却碰见了齐艺兴。周婷意外地发现2天没见，头上竟然多出很多白头发，随后又从他的脸上看到了鱼尾纹、抬头纹、法令纹，仿佛几天没见突然老了10岁一样。周婷欲询问缘由，却总被齐艺兴借口搪塞。你就不能挑点好听的话说吗？再说，我不帮你找人。我说错话了还不行吗？这边西域使者听说魅影受伤了，特意把点苍派和昆仑派的掌门抓来给魅影当点心。向应天看到这一幕也感觉不可思议，你们真把点苍跟昆仑给挑了？哼，你不相信，可以上来较量较量，看看中原武功了得，还是我们西域的武功高强。西域使者看到向应天的脸色并不好看，故意讽刺挖苦他。没想到身为盟主的他却没有生气，原来他和西域王子早达成协议，在向应天当上盟主之后，承诺帮赫连王子完成复国大计。对了，王子这次没有来中原，还在西域。王子没有来，哼，派他的使者来了。使者。这时只见一个小矮人缓步走向大殿，西域使者突然造访侠客山庄，将会造成怎样的江湖风波，让我们拭目以待。有人说美貌是把双刃剑，善用的人如虎添翼，不会用的人刺伤自己。好美呀！两人刚刚的擦肩而过，这个小矮子就对明月心蠢蠢欲动，任凭狂刀怎么叫就是不走。阅人无数的明月心看到此人，感觉也不简单，在向应天的示意下，狂刀强行才将他拉走。回到厢房内，明月心谎称傅红雪不小心遭到叶开的暗算，差点命丧他手。向应天表示一定会手刃叶开，让两人放心在侠客山庄养伤。殊不知这一切早在傅红雪刚到的时候，就已经被向应天识破。我刚才在暗地里把破他的脉，毫无受伤迹象。从这件事情足以见得傅红雪已经对自己起了疑心，让狂刀夜里监视他们的行动。夜风凛凛，万籁俱静，屋内的傅红雪却忧心忡忡。明月心看出了他的担忧，一语就道破内心所想。两人知道今天的伪装并没有瞒过向应天这个老狐狸，事已至此，不如将计就计。你装的不像，才能引起他疑心。一个人疑心一起，才会做出提防的动作，这样我们才能从中找出他的破绽。可见聪明的女人在身旁确实安全感十足。
明月心引诱他们的注意力，而傅红雪则按照叶开描述的方位找到向应天卧室的密道。果不其然，向应天和狂刀两人早已在暗处等着他们。看到明月心的出现，立马就跟了上去。没想到对明月心一见钟情的雀奴也在暗处观察着这一切。螳螂捕蝉，雀奴在后。而这边傅红雪已经潜入到向应天的卧房里，寻找密道的入口。密室中被迷晕的罗少斌和青灵子慢慢苏醒，他们正想逃离，魅影破关飞出，向两人猛扑而来，抓住青灵子的脖子上去就是一顿砍。这一幕可把罗少斌吓傻了。魅影正要对他下手时，傅红雪及时出现，方才保住了他的性命。为了不被发现，带着他快速逃离此地。这边明月心当看到狂刀之身一人追了上来，心中甚是担忧。这时向应天也紧随其后出现，不安的心才少放平静。为了吸引他的注意，故意现身，以此来拖延时间。心照不宣的两人都没有把事情拆穿，面对明月心一堆的废话，已然知道他的用意。想绊住我，老夫粗人一个，不懂文人雅兴。姑娘，你请慢慢谈今晚。看到向应天转身欲要离开，明月心随即提出了一个敏感的话题，说道夜观星象盟主之位必将移位。向应天听到此话驻足，但是姜还是老的辣，并不相信这些无稽之谈，找个借口速速赶往山庄。明月心刚要离开，这时却被一个身材高大的铁甲人拦住去路，话语间皆是对他的暧昧和轻佻。我就喜欢你这样心机深的女人，尤其是美丽与智慧并重的女人。阁下难道不知道，聪明的女人危险，聪明与美貌兼具的女人更危险。看到明月心不从，就上前和他交起手来。明月心的袖剑在铁甲人面前没有一点伤害，数招过后抓住破绽，将他牢牢控制，举身旋转后将他怀抱胸前，欲要行不轨之事。还好冷月和流星及时赶到，三人合力催动内力，方才将铁甲人逼退。三人趁机快速飞身离开。而另一边，向应天化身鬼面人刚好碰见傅红雪和罗少斌两人，飞身掷出毒针被傅红雪挡下。罗少斌认出这就是杀害自己母亲的暗器。我娘就是死在这红阵之下，我不会放过她，那你们就一起死。随后双方就厮打在一起。即使傅红雪的灭绝十字刀已经练得炉火纯青，但还是架不住崔心掌凌厉的攻击，被踹飞数米远。当对他痛下杀手时，明月心及时出现，为他挡下了致命的一击。看到明月心受伤，这时对他倾心的铁甲人现身，和向应天交起手。傅红雪抱起昏死的明月心，快速离开。铁甲人是何身份，让我们拭目以待。人们常说，每个面具下总隐藏些许不可告人的秘密。他纵使可以遮挡伪善的面容，却掩盖不住丑陋的人性。翻云覆雨，原来是你！你知道我的翻云覆雨？不简单的，你到底是谁？刚刚两人的内力相撞，话语间虽没有互相拆穿，但心中对彼此的身份已知十有八九。为了确定自己的猜想没错，回来后雀奴就上门拜访向应天。两人见面泰然自若，好像刚才的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表面风轻云淡，谈笑风生，实则心机颇深，话中有话。我与赫连王子相交多年，最近他身体可好？为什么不到中原来走走？雀奴说道：“王子倘若再次来到中原，必将在宝地大展身手，横行天下。”含沙射影给向应天一个大大警告，让他千万别忘了帮助赫连王子一统江山的协议，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时下人来报点仓派掌门骆少斌求见，向应天和狂刀面面相觑，大惊失色，心想他应该在密道内。向应天示意狂刀先不要自乱分寸，脸色一转，慌张的赶紧上前接待，嘴上皆是对点仓派遭遇不测的同情和关心。当骆少斌看到有外人在旁，也没有继续往下说。随后向应天带他到一间厢房内。什么？如骷髅的鬼怪？是，这怪物身手快如闪电，恐怖异常。这番话引起了他的警觉，连忙问起是否知道此怪物藏在何处。骆少斌表示事发突然，并不清楚当时的地方，隐晦地说到危急时刻是傅红雪出手相助，方才保住性命。他还想找明月心帮忙查出其中缘委。此刻的向应天思绪万千，因为他清楚明月心知道魅影的藏身之处就在侠客山庄。万一让骆少斌这小子知道了，给宣扬出去，这小子留不得。一不做二不休，只见他蓄内力于手掌中，强大的内力引得屋内残烛忽明忽暗。此时骆少斌看出其中端倪，谎称几位师叔还在外面等着他。向应天还不想把事情闹大，搞得人人皆知的地步，没办法，暂且只有先放他一马。另一边，明月心为救傅红雪挡下了向应天的催心掌，此时已命在旦夕。傅红雪为其疗伤，此时的他已伤及五脏六腑，现在所有的一切疗伤都是徒劳。看到晕死的明月心，他将仙丹从怀中掏了出来，殊不知这颗仙丹正是向应天加害傅红雪的毒药。这是我父亲留给我的救命神药，服下去就没事了。看到他的病情没好，反而更加的严重，奇异新闻生进来，上前为其把脉，又扒开眼睛，看到眼神涣散，方知中了血观音的毒。从他口中得知此毒只有玉面神医才可医治。随后在周婷的提议下，只能去求湖畔鬼爷爷的帮忙。要让我用混元真气救人，当我的青春不值钱？为了周婷的幸福，
也为了傅红雪能长久地留在他的身边，书信一封告诉众人他的离开。周婷把明月心离开的这件事告诉了傅红雪。就在这时，一支羽箭射来，上面的一封信才知原来明月心被鬼面人抓走了。傅红雪担心周婷的安全，点了他的穴道，随后把他绑在树上，孤身一人来到断魂崖解救明月心。我的叫玄血铁甲，刀枪不入，任你灭绝十字刀再怎么厉害，也伤不了我。两人能否顺利脱身，让我们拭目以待。我的叫玄血铁甲，刀枪不入。此刻的明月心半感动半无奈，感动自己在他心中的位置，无奈自己的爱却不能给他。铁甲人放声扬言，任你灭绝十字刀在江湖上如何叱咤风云，也破不了我的玄血铁甲。此地到底经历着什么？这天晚上，向应天和狂刀正在商议抓住明月心，以此来引诱傅红雪。这时下人匆匆来报：帮主，大事不好了，沙黑山庄被包围了。原来前来之人正是西域的赫连王子。向应天见到此人毕恭毕敬，虚伪奸诈的他脸上不露一丝生气之意。俗话说无事不登三宝殿，赫连王子此次前来就是想和向应天合谋一件大事，目的也是为了除掉傅红雪，而是在不能伤害明月心的前提下。那个女人跟傅红雪沆瀣一气，王子你又何必？她将来是我的王后。目标一致的两人当即一拍即合，为了置傅红雪于死地，他们已将明月心控制在断魂崖。此处地势险峻，险象环生，断崖绝路，傅红雪只要现身必死无疑。就当三人为了画中的翠浓争议的时候，一个声音从山涧传出：我来了！只见傅红雪凌空踏步飞身而来，落地架起灭绝十字刀，直指鬼面人。傅红雪，你这么拼命，是为了你老子，还是为了你心爱的女子？为了你，为了我，为了杀你！话音刚落，两人同时攻向对方，刀气纵横，炸得乱石横飞，双方你来我往，见招拆招，不相伯仲。铁甲人在旁边还对中原武林盟主的武功讽刺了一番：鬼丘，原来你的功夫也就如此啊！看好我的女人！随即上前和傅红雪过招，也让他领教一下西域的功夫。没想到身披玄邪铁甲的他果然厉害，面对灭绝十字刀凌厉攻击，未伤及分毫。任你灭绝十字刀再怎么厉害，也伤不了我。为了速战速决，避免多生事端，向应天一掌将明月心吸至身旁，以此来要挟傅红雪。而铁甲人则拿出翠浓的画像，逼迫他放下手中的刀。此时的他陷入两难，当把画像抛向空中时，傅红雪飞身一刀两断。此时不但是斩断以前，更是把自己心交给了明月心。看到傅红雪已陷入疯狂，鬼面人趁他心神紊乱，攻其不备。这时只见他伺机一把揭掉其面具，赫然发现鬼面人竟是自己的叔叔向应天。事先虽然已有心理准备，但此刻仍然措手不及。惶恐的向应天趁机将傅红雪一掌打下山崖，随后又一掌把明月心一同推了下去。鬼面人和铁甲人飞身绝尘而去。众人看到这一幕，不愿接受，伤心欲绝，望着山崖的深处，爱情和亲情在此刻都涌上心头，痛不欲生，可也无力回天。殊不知坠落山崖的两人并没有殒命。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其遇，此人身法诡异，犹如蟒蛇一般，速度之快，将明月心的身体上下缠绕。你是谁？说，你们是谁？为什么要到断魂崖？此人到底是何方神圣？让我们拭目以待。此人犹如蟒蛇一般，身形诡异，急速如风，眨眼间已将明月心牢牢缠绕。说，你们是谁？为什么要到断魂崖？随着力度的加大，骨骼错位的声响频频发出，两人连忙解释是失足掉落谷底的，并无恶意。20年孤独的崖底生活使他不相信任何人，缠绕力度再次加强。此时明月心痛苦的呻吟越来越大，傅红雪一再坚持是从崖上落下，并非故意冒犯前辈。而此刻老头目不转睛地看向傅红雪，嘴中喃喃自语，表情像是见到故人一般。这时空中突然雷声大作，电闪雷鸣，老头随之也发出痛苦的哀嚎声，速速松开缠绕，瞬间消失在密林的深处。两人看向逃离的方向，惊魂未定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夜深人静，漆黑一片，崖底的天气变化莫测，雷电和哀嚎声再次打破这寂静的黑夜。会不会是那位前辈？听声音，好像是从洞穴深处传来的，过去看看。两人顺着声音发出的方向，来到一处幽暗的洞穴内，看到了白天那个犹如蟒蛇爬行的怪人。此时的他正蜷缩在地上，已然看不出来是白天的那位绝世高人，面露狰狞，痛苦的挣扎，雷声越大，疼痛感也随之越厉害。善于观察的明月心看出了其中的端倪。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背上的膏肓、隔鱼、身中3穴，中了暗器，迟迟没有拔出来。这3大要穴受死，每到阴雨打雷的天气，必会痛得求生不得，求死。此话一出，老头的情绪波动更大，扬言要杀了两人，让他们赶快滚出这里。无奈之下，只好暂且离开。
俗话说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一晚上都在忧心老头的傅红雪，早上与明月心一起带上食物和水，决定再次去往山洞探望他。而此时的老头经过昨夜一晚的折腾，已经昏死了过去，上前将水灌下，方才苏醒过来。倔强的脾气再次让两人陷入两难，傅红雪只好点了他的穴道，方才安静。扒开后背的衣服，3颗暗器毒针映入眼帘，他运功催动内力，强行将老头体内的暗器逼出。明月心上前拔掉毒针，烈焰红针，心中已知此人和向应天也有着莫大关系。而这边的奇异性，自从2次使用混元真气救傅红雪和明月心，头上的白发是越来越多，外表也从精神小伙变成了一个中年大叔了。我问你啊，你管傅红雪叫什么？大哥哥。是啊，我就大他20几岁，为什么你就叫我婆婆了？此刻和傅红雪相比足以见得对周婷的爱慕和关心。身处崖底的傅红雪为了给父亲报仇，手刃向应天，一直苦练灭绝十字刀。这时只见2颗石子飞了过来，原来是那个怪老头，一眼便识出此招是出自灭绝十字刀。经过上次2人的帮助，此人才慢慢放下了警惕之心。没想到老头对这刀法竟如此精通。但是你不管怎么练，也练不全这套刀法的。你从哪儿抽学来的？晚辈河西突厥，这正是家父杨长风名闻天下的绝学。什么？杨长风？当听到杨长风3字，老头难言内心的激动。从傅红雪的口中得知家父杨长风是在自己坠入悬崖的前一天死的，老人方才恍然大悟，断定害自己的正是向应天。原来面前这个蓬头垢面的怪老头，正是他们的师傅烟波天客。你怎么知道我是烟波天客？20年前有2个成名的侠客，一个是当上武林盟主的杨长风，另外一个就是仁义大侠向应天。再加上你熟悉灭绝十字刀法，这世上除了他们的师傅烟波天客，怎么还会有别人？没错，我就是烟波天客。有了这个绝世高人，他们离开此地是否就会易如反掌？让我们拭目以待。眼前这个蓬头垢面的老者，后背上膏肓阁鱼深注3处穴位，分别中了暗器。每逢遇到雷电交加的天气，将会无比疼痛，甚至可能让人身陷癫狂。侠骨柔肠的傅红雪起了恻隐之心，决定将他体内的毒针逼出。明月心上前拔出嵌在石壁上的暗器，上下打量一番，内心若有所思。烈焰红针，没错，此毒针正是向应天的独门暗器。转眼看向晕在地上的老者，心想此人的种种遭遇可能和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自从上次2人为他逼出身上的毒针后，从而也放下了对他们的敌意。刚好看到傅红雪挥着一根木条在练习刀法，一招一式中都充满着杀气，恨不得立马手刃杀父的凶手。这时老者从口中吐出2颗石子，打断了他的练习。没想到这个老头从他的招式中一眼就辨识出这是灭绝十字刀法，两人甚是疑惑。身处崖底20多年，竟然对此刀法如此记忆犹新。随后从彼此的交谈中得知，这个老者竟是自己的父亲杨长风和向应天的师傅阴魔天客。20年前有2个成名的侠客，一个是当上武林盟主的杨长风，另外一个就是仁义大侠向应天。再加上你熟悉灭绝十字刀法，这世上除了他们的师傅烟波天客，怎么还会有别人？没错，我就是烟波天客。真是应了那句话，主角坠崖必有奇遇。傅红雪赶紧俯下身体，向一直未见的太师傅行礼。所谓没有分别的痛苦，就没有重逢的喜悦。经过双方的交谈中得知，父亲和他都是遭到了向应天的陷害，一个身亡，另一个则成了废人。傅红雪望着高耸入云的悬崖峭壁，内心思绪万千。走上前的明月心一语就道破了他内心所想。要想登上这悬崖峭壁，除非投胎做鸟，要不然就得学会轻功天云梯。可听说这门轻功已经失传100年。而这些话刚好被后面的太师傅听到，真是欣喜万分，想着终于有办法离开了。你说你会？你真的会吗？当年你太师傅的轻功那是独步武林呐，天云梯的功夫我当然会。当太师傅决定让2人一起学的时候，明月心则表示自己内力浅薄，要想学会天云梯旷日费时，随后转身默默地离开了。2人也为明月心的一番话和举动十分的不解。自此傅红雪就在太师傅的指导下，每天刻苦训练天云梯和灭绝十字刀。而一旁的明月心却愁眉锁眼，郁郁寡欢，话语间皆是对他的恋恋不舍。等他练好了天云梯之后，就会离开这里。太师傅则表示想要一口真气直奔崖底，最少需要30年的时间。不过想要一蹴就成，也不是没有办法。这明显就是话中有话。看到他的功力已经完全可以驾驭十字刀，现在是时候将自己的宝贝赠给他。我要送你一件大礼，接刀。为了制服向应天，太师傅把十字刀的第9层功法也倾囊相授。杀掉向应天不但为自己报仇，也能为武林除掉一个大害。太师傅将用何种办法让傅红雪快速练成天云梯？请看下集分解。我要送你一件大礼，
眼前这个男人即将走向他人生的另一个维度。粉丝们都说男主坠崖必有奇遇，此刻傅红雪拿着满身铁锈的破刀，满脸大大的问号。就连见多识广的明月心也是一头雾水。高人始终是高人，话语总是半遮半掩，让人揣摩不透，并特意嘱咐他一定要勤加修炼。明月心深情望着心爱的男人，内心喜忧参半。可是向应天现在武功精进不少，又不知道他从哪找来个铁甲人相助。傅红雪以一敌二，恐怕胜的机会很小。不得不说，美貌和智慧并存的明月心，考虑事情那是面面俱到。这时，只见他的肩膀泛着一缕黑气，咬紧牙关，强忍着灼心的疼痛。说话的两人还是看出了他的异常。明月心强装镇定，借故转身离开，声音的颤抖终究瞒不过在意他的傅红雪。这些微妙的变化，他都看在眼里。来到池塘边，阴阳符发作带来的撕裂感，让这个始终坚强的女人弯下了腰。傅红雪上前抱紧她，想用男人的臂膀给她安全感，但是遭到了明月心的强烈拒绝。一生要强的她，不想让自己爱的人看到自己脆弱颓废没有自信的一面。傅红雪无奈地看着自己爱的女人，承受着一个女人本不该承受的痛苦。刀光剑影，觥筹交错，也没有让她这般心力憔悴。此刻明月心发出撕心裂肺的痛哭声，深深地刺痛着这个7尺男儿的内心。离开后把这件事告诉了太师傅，希望可以在这里找到解救他的良策。而太师傅也是望天兴叹，表示阴阳生死符无药可解。起身望着高耸的崖壁，自责和内疚的他就像一只被困的猛兽，无处释放。这时候太师傅说出了一个不愿说出的办法，傅红雪仿佛又重新看到了希望，俯下身连忙问道：此方法到底是什么？只要有人肯牺牲自己的性命，将阴阳生死符渡到自己的身上，待明月心受苦，明月心自然有救。坚定的眼神在心底已经做好了牺牲自己的准备，方才长舒一口气。为了不让自己成为傅红雪复仇路上的绊脚石，明月心决定牺牲自己，一条白绫结束自己的一生。此刻他松开了双手，可能这才是对傅红雪最小的伤害。回想起往日和傅红雪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和你浪迹天涯。白绫下的明月心，在阳光的映射下是如此的纯洁和释然。突然一柄长刀划过，傅红雪抱着他缓缓而降，两人四目相对，此刻的无言证明着所有的一切。潸然泪下的明月心说道：与其让阴阳生死符发作，受折磨而死，还不如这样来的干脆。显然这样的谎话已经再也瞒不过傅红雪。明月心想到自己始终会因为毒性发作而亡，两人的感情终究是黄粱美梦。激动的他让傅红雪远离自己，只见他点了明月心的穴道，用太师傅教的方法将明月心身上的阴阳生死符渡到自己身上。气聚丹田，中脉若许，神如大海，万流归宗。一滴泪珠划过傅红雪的脸庞，清澈而又幸福，这才是一个男人对心爱的女人应该做的。两人将何去何从，请看下集分解。还有一个人。人们常说成全别人就是度化自己，为了让傅红雪体内的阴阳生死符转嫁到自己身上，太师傅和傅红雪两个人的百会穴相对冲。他心中已知第3次吸过生死符的人，只要毒符一入体，立刻毒发身亡。只见毒符在内力的催动下，周身散发着诡异的黑气，正一缕缕的往上涌。此刻执着的太师傅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我一条老命换2个璀璨的人生，老夫我甘愿死得痛快。泪流满面的明月心早已泣不成声，而这时傅红雪明显感到丹田之内正在有一股清流真气缓缓灌入。等自己再次反应过来的时候，内力耗尽的太师傅已躺在自己的怀中，有气无力的他方才把事情和盘托出。原来刚刚太师傅已将60余年的内力已经尽数转渡给了傅红雪。听到事情的前因后果，两人才恍然醒悟，原来这一系列的操作早就在太师傅的计划中。望着身边的傅红雪，暗淡的眼神中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知道自己有生之年已无法逆天改地，只能将心中那份复仇的执念寄托于傅红雪身上。太师傅的一番话，句句刺痛着两人的内心。此时的他像一位和蔼的亲人，更像一位花甲的老父亲，泪花浸湿了浑浊的眼眶。人生在世，不能后悔，更不能留下遗憾。弥留之际的他道出了心中一件未了的心愿。那现在就以皇天为证，后土为凭，你满城尽吧。两人互望对方，悲伤和喜悦同时涌入心间，满脸的泪水夹杂着断断的哽咽声，以此许下了永久的誓言。皇天在上，后土在下，我傅红雪娶明月心为妻。我明月心愿嫁傅红雪为妻，愿生死相守，永不分离，直到白首终老。太师傅看到这坚如磐石的爱情，内心的释然，嘴角也泛起一撇微笑。在生死符发作的一瞬，一代烟波天客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岁月转瞬即逝，半年时间匆匆而过。心念傅红雪的周婷依旧没有从失去她的阴影中走出来。失魂落魄的她提着装满花瓣的竹篮，缓缓地来到崖边。此刻的心情犹如这空空悠悠的万丈深渊，伤心欲绝，死沉谷底。姐姐，傅大哥，花儿来看你们了。你们
听见我说话了吗？每一片飘落的花瓣中都注入了对两人深深的怀念。这时候，鬼面人和铁甲人飞身也来到此地。孔雀翎出现一事，已经传遍了江湖的各个角落。他们找到周庭的目的，自然也是为了此事。废话少说，孔雀翎在哪儿？虽然法宝在他的身上，但是他却不知道如何使用。看到仇人近在咫尺，可也无能为力。面对两人的威胁，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去见阎罗王吧！这真是孔雀翎！周庭欲要强行开启孔雀翎，没想到却被他反伤到。两人看到此情景，心中大喜，一步步向周庭逼近。周庭会像傅红雪一样被打落崖底吗？请看下集分解。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此刻练成天云梯的两人，凌空踏步，乘风破浪飞身而来。时间飞逝，半年后几人再次相见，可谓是有人欢喜有人忧。没有深深的思念和牵挂，就没有重聚时酒香般的芳香。姐妹两人久别重逢，此刻激动的周庭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紧拉姐姐的双手，也难言心中的欢喜。然而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这边鬼面人和傅红雪已经交起手来，刀光剑影中你来我往。铁甲人随即也加入战斗，而此时的傅红雪已然不是半年前的她。灭绝十字刀在手中犹如灵蛇一般变幻莫测，面对两人合力的攻击也丝毫不惧。这时傅红雪施展出灭绝十字刀第9层功法，鬼面人后背发凉，心中大惊。灭绝十字刀第9层，这套刀法谁教你的？你的师傅烟波天客。我没有师傅。谁知鬼面人却非要揣着明白装糊涂，说出来的话更大言不惭。傅红雪直接暴怒，让世人看看面具下的你到底是人是鬼。只见他身随不换，刀影虚幻，凌厉的刀气直逼他的面门，面具瞬间一分为二，虚伪奸诈的象印天彻底的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夏盟主，你真的是鬼面人？向天，拿命来！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傅红雪的十字刀已向自己袭来，他慌忙后退3米，抓起铁甲人，为他挡下了致命的一击。向阴天见大势已去，飞身绝尘而逃。当刀架在铁甲人身前时，明月心上前劝阻，方才饶他一命。看在我妻子求情，滚！有些话说的人风轻云淡，但听的人却遍体鳞伤。当一切恢复平静，一句微弱的声音从背后传来：“你成亲了。”姐，我刚才听见傅大哥喊你妻子。周庭，我们在谷底。我们是成亲了。此刻的周庭倒吸一口凉气，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心碎的周庭不知道要不要对他们祝福，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外人，在这里甚是多余。现在没有我什么事儿了，我先走。内心的刺痛感已经忘记身上的伤，爱一个人的同时，注定要伤害另外一个人。同样身为女人的明月心十分清楚此刻周庭心中的痛，欲上前却被傅红雪拦了下来。也许时间是治愈一切的良药，心中的伤最终要靠自己慢慢来抚平。此刻竹林在阳光下斑斑驳驳，就像周庭的心一样千疮百孔。伤心欲绝的他将孔雀翎紧攥在手中，仿佛自己永远失去了依靠，失去了姐姐明月心，失去了自己爱的人傅红雪。目光所至，到处如荒漠般凄凉，毫无色彩。这时叶开和南宫翎看到了蜷缩在树旁的周庭，然而两人并不知情他刚刚经历了什么，还在为他昨晚偷偷拿走孔雀翎一事气急败坏。此时才看出来，他已不是往日那个古灵精怪的周庭。他跟谁成亲啊？我的姐姐明月心。两人一时间也不知道如何安慰一个破碎的心。南宫翎看着转身跑开的周庭，心中甚是担心，为他愤愤不平，不经意间说出了十分扎心的话。他们一个是你最爱的人，一个自称是最爱你的人，可是他们却残忍的背叛你，他们根本就是联起手来背叛你。没想到这些话句句戳中着他的要害，受伤的内心终究被冰冷的现实所打垮，一口鲜血喷涌而出。殊不知现在发生的一切都被暗处的燕南飞看在眼里。为了对付明月心和傅红雪，阴险狡诈的他找到了心碎的周庭。其实我也向主上求证，这明月心根本就没有中阴阳生死符，因为第一，他可以趁机摆脱我对他的纠缠；第二，他可以博得傅红雪的同情；最重要的一点，他可以骗取你这个妹妹的信任。俗话说，爱得越深，恨得就越深。周庭会相信燕南飞的谎言吗？请看下集分解。世间一个情字困住了多少痴情人，又有多少人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他们一个是你最爱的人，一个自称是最爱你的人，可是他们却残忍的背叛你。话语中字字诛心，受伤的内心终究还是被这个冰冷无情的现实所打垮，一口鲜血喷涌而出。随后两人把他送到湖畔诡异这里疗伤，起身看向憔悴的周庭，眉头紧锁，告诉两人外伤易治，心伤难愈。转身来到屋外，一下子瘫软在栏边，望天兴叹4万千，受伤的何止你一人？满眼泪花，嘴角不自觉的抽动，每次看到的都是遍体鳞伤的周庭，而自己对他的爱却只能一直深深的埋在心底。而这边背负仇恨的傅红雪和明月心一起来到侠客山庄，找向应天做个了断，没想到城府及时
身的他早有防范。辽阴师太和果界大师飞身赶来，挡在向应天的身前。道貌岸然的他立马神情一转，上前开始上演苦肉计。哎呀，孩子，听说你跟明月心姑娘掉落悬崖，我一直都在找你啊。你没事就好，进去坐吧，叔叔有很多问题要问你呢。傅红雪果然上当，欲上前却被不知情的辽阴和果界拦了下来。面对武林上颇为尊敬的两人，傅红雪现在说什么也无济于事。稚嫩的她终究还是低估了向应天的套路。我视你如亲子，被自己儿子这么痛恨，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你要杀我，那杀我吧。这时候，睿智的明月心挡住了他的进攻，对着众人说道：“江湖上恩怨情仇，在深也抬不过一个理字。如果傅红雪找到当年向应天为恶的人证，到时候请各位不要再干预此事。”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同。随后，心有不甘的傅红雪在明月心的暗示下，方才缓缓飞身离开。寂寥的黑夜，稍有好转的周婷孤身一人，仍然无法接受明月心和傅红雪两人结婚的现实，喃喃自语，泪流满面。这时，一个声音从暗处传来：“有人说，对的人总会在对的时间出现。”看着泣不成声的周婷，终于鼓足勇气表达出了自己对他埋藏已久的爱意。没关系，我可以等。我情感方面可能不如别人强，就是能等，我一直会等下去。我迟早会等到你的心。周婷倒在了他的怀中，此刻的他也太需要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了，开始歇斯底里放声大哭。次日，齐一心为了他能尽快的从悲伤中走出来，将他带到一处树屋旁。当眼罩揭开的一刹那，一个焕然一新的家映入眼帘，他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这里正是周婷以前的家，上次被大火焚烧之后就一直没有再来过，里面也存有他太多美好的回忆。齐一心为了周婷一直在背后默默的做着一切。可是你终究不是傅红雪。正因为我不是傅红雪，傅红雪会伤害你，而我不会。只有重新生活，才能把伤痛忘记。我不让你再这样痛苦下去。周婷虽然明白齐一心对自己的爱，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求婚，还是不知所措。她从怀中掏出一幅画卷交给周婷，上面描绘的是我的家，等你考虑好了就打开它，我会在画卷描绘的地方一直等着你出现。转身欲要离开，突然被周婷叫住，这时心跳加快，生怕周婷会拒绝自己，没想到却给了她一包周婷最爱的红花种子。回来后脸上一直洋溢着喜悦微笑，脑海中已经把两人的美好未来规划好了。而这时却被三人的突然来访所打动，他们希望玉面神医齐一心可以出来揭发向应天，没想到却遭到了他的拒绝。多年孤苦伶仃，如今看见幸福就在眼前，此刻的他为了心爱的周婷，不愿再以身犯险。我孤苦了一辈子，如今看见幸福就在眼前，你却要我冒生命危险去揭发向应天。若有不测，你傅红雪断送的不是我一个人的命，还有周婷。在众人的大义与自身的幸福面前，他将如何做出抉择？请看下集分解。枫叶翩翩，春风看遥远，一针一线都丰满思念情愫。人们都说失去后才懂得珍惜，其实珍惜后的失去比什么都痛。这是他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端详眼前的这个男人，精致的妆容在此刻却显得那么的暗淡无光，一遍又一遍呼喊着他的名字。现在才醒悟以前危机时刻的不期而遇，原来都是这个男人在背后的默默守护。双手轻抚她的脸颊，冰冷的触感又把她从美好的回忆中拉到了现实。灼心的疼痛让这个女孩泣不成声，男人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清澈的眼眸中皆是眼前这个女孩。此刻的他彻底破防了，拉着她的手伤心欲绝，眼泪一滴一滴碰触嘴角，苦涩的滋味一次次刺痛着他滴血的心。男人拼尽最后一丝力气挣脱女孩的双手，强忍着泪水终究没有落下，永远的闭上了双眼。此刻的放手也是对女孩最后的爱，放下自己，坦然面对，才能去追求以后的幸福。你万万想不到，前一天晚上鬼爷爷还在兴高采烈地准备和周婷的婚礼，床头上硕大的喜字在火红蜡烛映射下显得格外喜庆。怎么着？我老刘就爱吃嫩草，我告诉你，新娘的18。幸福的氛围已然看不出他满脸褶皱苍老的模样。这时，一群孩童蜂拥而上，争先恐后欲上前帮忙，欢声笑语热闹的场面更增加了结婚的喜气。激动的心让他辗转难眠，穿上准备好的婚服，提前感受一下当新郎官的滋味。这时，一阵敲门声打破了这喜庆的氛围，前来之人正是明月心，还是为了他能够出面作证揭发向应天的恶行。这样做不仅仅为了自己每天不用伪装做人，更为了你们两人以后能过上安稳幸福的生活。听到有关周婷的幸福，鬼爷爷转身看向明月心，一时间竟无言以对。明月心掏出周婷的护身符交到他的手中，也说明同事把以后照顾他的责任一并交给了他。明日午时，下客山中，花儿一生的幸福就在你一念之间。望着明月心远去的背影，内心思绪万千。次日在屋内来回踱步，一夜未睡的鬼爷爷看着手中的泥娃娃，春婶的一句话彻底点醒了他。整天过着这暗无天日的日子，天日的日子，新娘子要是嫁过来，她能开心吗？
权衡之下，决定前往侠客山庄去作证。没想到刚出门，却发现浮桥的另一头站着明月心的背影，阴冷的空气中透出一股强烈的杀气。鬼爷爷此时也看出此人来者不善，带着小雨从后面走，快走，快走啊！待春婶离开后，此人转身才知原来是燕南飞的手下红善，而这边南宫绫正在为周婷梳妆打扮，等着齐一心上门迎娶自己。但是迎娶时辰已过，他却迟迟没来。这时才想到齐一心留给自己的画卷，打开之后，里面画着一幅图和一首诗。在南宫绫的解释下，周婷若有所思，齐一心就是鬼爷爷，鬼爷爷就是齐一心。经过一番思索后，方才把所有的事情捋清楚。以前我们天天打照面的，天天打照面，除非我见鬼了。对了，就是见鬼。原来齐一心就是鬼爷爷。周婷回忆起以前的点点滴滴，难掩内心的激动，热泪盈眶，转身直奔鬼爷爷的湖畔住所。刚进屋的一刹那，数只乌鸦迎面扑来，地上杂乱无章的摆放，乌鸦吸食着灯油。看到鬼爷爷穿着一身新郎红装，微风掠过，盖头缓缓被吹掉。悲痛万分的周婷上前摘下了鬼爷爷的面具，齐一心的真容露了出来。鬼爷爷和齐一心确实是同一个人。当他躺下的那一刻，情绪失控的周婷大声呼喊着他：“给我一个家，娶我，娶我，快点娶我！”娶我，娶我！这时发现自己的泥娃娃和齐一心手中拿着明月心的暗器，来到外面，从春婶的口中得知，齐一心出事的时候确实是明月心来过，正是他下的毒手。明月心，我饶不了你！周婷和明月心两人的感情是否已经走到尽头？请看下集分解。这是进攻系崔心长和防御系玄邪铁甲的究极碰撞。只见象应天借头盔之力一跃而上，泰山压顶之威顺势而下，双掌相碰，一掌万横纹内侧端神门穴，二掌第五胸椎及突下旁 1.5 寸星云，三掌前臂两肌腱间万横纹上2寸内关，四掌胸部正中线山中穴。招功像与心脏相连的穴位，在内力的催动下，只见玄血铁甲周身一点点皲裂，随后直接炸开，当场被腰斩。就当大家以为一切结束时，没想到铁甲人的下半身猛然站起，随着一阵爆炸声，雀奴从中蹦出。众人望着不可思议的一幕，方知雀奴和西域王子赫连鹏竟是同一人。雀奴指认向应天利用魅影多次杀害武林同道。在场的吃瓜群众听到此话，纷纷要向应天给个说法。攻于心计的他借机把黑锅甩到傅红雪身上。没想到，他居然是傅红雪的卧底，来帮傅红雪一同欺骗我、陷害我。请各位英雄明鉴。就在双方各执一词的时候，一声凄厉的惨叫从后方传来。众人随着声音发出的方向望去，一个周身散发着诡异黑气的怪物正在全力追杀点苍派的少掌门骆少斌。路径之处逢人就杀，此怪物攻击迅猛，力大无穷，瞬时间就将骆少斌牢牢控制。危机时刻，傅红雪拔刀飞身相助。看到脱困的骆少斌，怪物转头攻向旁边的小卒，凶狠无比，场面极其恐怖。随后又冲向傅红雪，在空中你来我往，数招过后，傅红雪抓住破绽，灭绝十字刀正中怪物的胸膛，将他打翻在地，踩于脚下。看到向应天还是巧言令色一味的反驳狡辩，傅红雪松开怪物。此时魅影像狗狗见到主人一样，附在向应天的身前。为了避免众人的猜疑，无奈之下只能狠心将他踹飞出去。20多年稳坐武林盟主的他，自身的霸气还是有的。就凭傅红雪对我的指证，就要坑杀我这个武林盟主，谁亲眼看到了？谁要取我的性命？来呀！依旧义正言辞，死不认账。就当双方剑拔弩张之时，只见一女子在花瓣的簇拥下，从空中缓缓而降，落地转身的一瞬间，在场的所有人看到此女子，皆是目瞪口呆，大感意外。前来之人正是已故杨长风的原配夫人，也是当年杨长风之死唯一的见证人。你不是想要人证物证吗？我就是人证。此剑深刻有向应天3字，当年向应天用此剑杀害了杨长风，见事情已败露，再想隐瞒已是徒劳，索性将当年之事全部和盘托出。20年后的今天，他仍不为杀害杨长风这件事感到心生悔意，口中依旧冠冕堂皇，认为杨长风风流成性，不配当武林盟主。在方丈的号令下，武林人士欲上前除掉这个败类，向应天却丝毫不屑，仰天放声大笑，并告诫众人：你们都已中了自己下的7步夺魂散，向前走7步将会毒发身亡，7窍流血而死，威胁众人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否则必死无疑。心存善念的方丈并不相信他说的话，果不其然，上前刚迈出3步，毒性已攻向心脉，一口鲜血喷涌而出。众人见状，只得就地打坐，运功驱毒。这时向应天发出病态的邪笑：乖呀孩子，肚子饿了吧？快出
出来饱餐一顿。只见魅影在人群中肆无忌惮，大快朵颐，就连定力超凡的方丈也被这一幕吓得瑟瑟发抖。正所谓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向应天这时看到叶开手中也拿着灭绝十字刀，心中大感意外，颇为震惊。生死一战一触即发，一番战斗过后，向应天终究还是没能抵挡住灭绝十字刀凌厉的攻击，身中数刀，就连忠心耿耿的狂刀也被他当作肉盾牺牲了。而此时的他已是强弩之末，犹如离开水的鲨鱼一般垂死挣扎。看到大势已去，向人群中丢出事先准备好的炸药，场面火光冲天，一度混乱。向应天趁机踉踉跄跄地朝侠客山庄大厅逃去，幸亏傅红雪眼疾手快，紧随其后，穷追不舍。刚到门口的时候，屋内就发生了巨大的爆炸，傅红雪慌忙飞身离开。向应天是否已殒命，请看下集分解。脚踏烈焰，红袍加身，凌空玄庭随即催出一掌，炙热的火焰喷涌而出。此女子犹如地狱恶灵一般来到人间，一招一式中皆是对现实的不满，场面顿时火光冲天，赤地千里。竹子在火焰的摧残下发出阵阵的爆裂声，让人听后心如刀绞，揪心四起。转头瞬间红唇艳目，眼神犀利，杀气腾腾。只见一股烈焰直扑暗处的燕南飞，腾空踏步紧随其后，眨眼间已到他的身前，话语间皆是对他的不屑和藐视。燕南飞虽愤怒，但也无可奈何，警告他如果再来此地偷看练功，下场就会像那些竹子一样爆体而亡。随后挥出一掌，直接将他打翻在地，眼中的愤恨注定让两人从此势不两立。世间皆苦，友情皆灭。周庭的黑化何尝不是因一个情字所困？望着离去的齐艺兴，撕心裂肺的痛苦声响彻了整个湖畔小屋。可是你已经守护我10年了，你为什么守不到最后一刻？为什么？你醒过来，你醒过来，君王，给我一个家，君王，你醒过来，醒过来。剧烈的摇晃使他无意看到了怀中的护身符和手上的暗器，而这一切的表象都指向了他的姐姐明月心。颤抖的心让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随后出门意外碰见了蜷缩在角落的春神，惊魂未定的他看到周庭方才回过神，在他口中得知是明月心害死的齐艺兴。回想起最近2天发生的事情，更加坚信就是明月心下的毒手。痛苦的他再也压不住内心的怒火，肝肠寸断，放声大喊：诸天大会已过，几人担心周庭的安危，立刻急急忙忙地来到湖畔小屋，看到他一身灰白素装跪于齐艺兴的坟前，听到明月心的声音，其身上前就是一记耳光。早已被仇恨蒙蔽双眼的他已然听不进所有的解释，因为他没有替傅红雪去作证，所以你怀恨在心，你就杀了他。我本来以为我嫁给了别人，让我跟傅红雪再没有任何瓜葛，你就会放了我，但是我真的没想到，你连我最后一丝丝幸福的希望都不肯留给我。明月心在周庭的话语中才知道他们之间的误会已经很深很深，随后表示给姐姐一点时间，一定会找到害死齐艺兴的凶手，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花儿。此刻被哀伤和仇恨烧红了眼的周庭愤然离去。云天之巅的公子羽为了武林盟主之位可谓是煞费苦心，今天看到向应天已死，现在明月心和傅红雪却成了此路上的绊脚石，必须把2人解决掉。而在场的所有人都不愿冒这个险。就在公子羽哀叹神伤之时，一个声音从后方传来：我去。简单的2字已然把自己推向了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公子羽为了自己的宏图霸业，居然不计前嫌，反而把更强武学红花烈焰手传授于他。之后就出现了视频开头的一幕，而这边自诸天大会一战，向应天却没有就此殒命，而是苟延残喘地逃到了云天之巅的后山禁地杨夫人的住所。你也应该清楚，杀你丈夫的不是我，就算我今天要死，我也要得到你。这一幕刚好被追来的明月心看到，随后假借傅红雪在后面之名，方才把他吓跑。当明月心欲上前追赶时，一声凄厉的叫声传来，他慌忙往回赶，殊不知这也正中了杨夫人的圈套。幸亏一直尾随他的雀奴及时出现，方才顺利脱身。杨夫人这时脸上却露出一丝邪笑。杨长风之死是否另有隐情？请看下集分解。漫天飞舞着红花试毒，一夕之间，场下所有人痛苦不堪，哀声一片。无言的愤恨在这一刻击溃了他冷血的心，冷酷的外表已然窥不见那年青涩的脸。凌空飞身缓缓而降，转身目睹着眼前凄惨的场面。
没有一点怜悯之情。大家认可的御用方丈，此刻也身受重伤，已无还手之力。但是佛家秉承的善德之举，规劝黑化的周庭邪不胜正，回头是岸。面对一颗冰冷似水的心，所有的话语都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并警告如果再执迷不悟，武林各派将会源源不断攻向云天之巅。而这些话也刚好点醒了周庭，目空一切的他轻哼视之，扬言在绝对实力面前，武林各大派以后将会陆续归顺云天脚下。此地到底经历着什么？诸天大会一战，随着向应天的逃亡，六大派身上的7部夺魂散之毒却仍未驱除。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一直觊觎武林盟主之位的公子羽，终于让他等到了一个可以趁虚而入的契机。阁下若有7部夺魂散的解药，可否惠赐？面对德高望重方丈的一席话，连帐内的公子羽暗自窃喜，随即派冷月和流星把解药发放给了众人。大家看着手中的解药面面相觑，从自身的安危出发，也欣然接受了公子羽的好心。殊不知一场更大的阴谋正等着自己。少林寺3字庄严肃穆，而里面的情景却让人不寒而栗。只见果真大师全身发抖，神志不清，方丈上前用力摇晃欲唤醒他，方才睁开朦胧双眼，说出了让人痛心疾首的话，祈求方丈了结自己。心中一颤，目瞪口呆，立马起身传唤菩提院一僧前来医治。话音刚落，只见众僧肩头莫名泛起一缕诡异的黑气，顿时整个寺院犹如恶魔闯入，让人深陷痛苦不能自拔。还没等方丈缓过神，自己的肩头也出现了同样征兆，即使功法深厚，也无法抵御这撕心的疼痛。一口鲜血喷涌而出。峨眉派这边，辽阴师太蒲团端坐正在运功调息，突然头冒虚汗，脸色凝重，接着口吐鲜血滑落于台阶之下。看到徒儿肩头上的黑气，方知是云天之巅的阴阳生死符在作祟。次日一早，六大门派就齐聚云天之巅找公子羽要个说法。这次咱们的御用方丈终于忍无可忍了，我要开杀戒了！方丈先发制人，攻其不备，一把驱魔禅杖脱手而出，是大力沉。双方见状厮打在一起，顿时场面一度混乱，战况焦灼难分。交出解药，否则龙爪手绝不留情！就算你杀了我，也一样没用！危急时刻，周庭及时出现，凭一己之力力挽狂澜，打破了僵局。红花烈焰手更是恐怖如斯，方丈也被伤及五脏六腑，无抵抗之力，也就出现了视频开头的一幕。六大派败局已定，被囚于云天之巅。公子羽知道此事后，面具下的他欣喜若狂，高兴不已，当众册封周庭为烈焰战神，带领云天之巅的大军横扫整个中原。烈焰战神，坐前接令。但他并未因此满足，仍坚持索要红花烈焰手的后半部分秘籍，狠心大喊要杀掉明月星。放眼整个云天之巅，敢和公子羽讨价还价，也只有黑化的周庭了。公子羽为了利用他除掉傅红雪和明月星，答应了他的请求。周庭拿着秘籍，方才释然的离开。空空黑夜，电闪雷鸣，向应天躲藏在一间破旧的房间内，在篝火的映射下，依然看不出是往日那个威风凛凛的武林盟主。内心挣扎的他不愿放弃自己得来不易的盟主之位，但是现在想要达到以前的巅峰，已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时脑中浮现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想法，就是把自己献给魔鬼。只见他把魅影叫到自己的身前，让魅影和自己合二为一，成为魅影人魔。到时将会武力大增，进入超凡境界，神挡杀神。随着魅影低沉的哀嚎声，向应天一点点吮吸着他的丧尸血液，在黑气的笼罩下，眼睛慢慢变成赤红色，张着魔鬼般的血口，身上的伤也随着功力的增加逐渐恢复。屹立在风雨中的他将会迎来怎样的命运？请看下集分解。空空黑夜，电闪雷鸣，向应天自诸天大会一战之后，五脏俱损，危在旦夕。此刻正躲藏在一间破旧的房间内，在篝火的映射下，已看不出是往日那个威风凛凛的武林盟主。心有不甘的他不愿放弃自己得来不易的盟主之位，但深知自己想要达到以前的巅峰，已是不可能的事情。在欲望的驱使下，脑中浮现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恐怖念头，就是把自己献给魔鬼。只见他把魅影叫到身前，让魅影和自己合二为一，成为魅影人魔。到时将会武力大增，进入超凡境界，神挡杀神。随着魅影低沉的哀嚎声，向应天一点点吮吸着他的丧尸血液，在黑气的笼罩下，眼睛慢慢变成赤红色，张着魔鬼般的血盆大口，身上的伤也随着功力的暴增而逐渐恢复，周身散发着诡异的黑气，屹立在风雨中，张开双臂。他爱的不只是杨长风的名声，同时也暗恋杨长风的妻子。和魅影合体成功之后，第一时间来到了杨夫人这里，欲要对他下手。危急时刻，叶开及时赶到，飞刀脱手而出，方才让杨夫人躲过一劫。看到叶开自己送上门，嘴上露出鬼魅般的邪笑，两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面对飞刀的进攻，向应天丝毫不惧，直面迎击。显然现在叶开已经远远不是他的对手，被甩飞数米。这时傅红雪也赶到此地，可谓是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叶开首先发起攻击，只见他双手旋化，身前出现诸多飞刀，在内力的催动下，快速朝向应天攻来。自我意识爆棚的他，现在这些对他来说都是小儿科。在魅影功法的加持下，身前形成一道无形的屏障。傅红雪见状，一刀劈下，随着结界屏障的破裂，低头看向被刺入胸前的飞刀，脸
脸上再次露出那抹诡异的笑容，让人感觉不寒而栗。随着内力的加大，飞刀脱身向众人反弹而来，速度之快不亚于叶开的身手。这时从暗处飞来一缕锦缎袖剑，眨眼间已将向阴天团团裹身。当众人以为一切结束的时候，没想到他突然挣脱束缚，引起的冲击波将众人逼得节节后退。此刻只见一只无形的利爪朝叶开的脖子划出几道伤痕。南宫绫看到自己的心上人受伤，使出南宫家的天女飞丝。看到傅红雪手中的孔雀翎，不偏不倚射入心脏部位，向应天怒目圆睁，随后发出病态的邪笑。突然笑声戛然而止，脸色凝重。只见他的身体在火光四射中慢慢的烟消云散。随着向应天的殒命，一切重新恢复了平静。没想到一波刚平，一波又起。雀奴看到受伤的叶开，魅影人魔，拿命了！雀奴，你这是干什么？众人对他的这一举动大惊失色。原来叶开被向应天的利爪划伤，中了魅影人魔的剧毒，毒血已经在他的身上流窜。当和五脏六腑融合时，就会变成另一个向应天，到时候就会丧失人性，见人就杀，连自己最爱的女人也不会手下留情。在众人的逼问下，雀奴方才把解救的唯一方法说出来：谁让叶开是孤儿呢？除非有血缘之亲，用3天3夜的武功将他全身的尸毒逼出来，否则大罗神仙也束手无策。殊不知这番话刚好被外面的花白凤听到，话音刚落，他的右手已经开始变异。傅红雪上前点了他的穴道，暂时压制毒性的发作。在半道遇见了花白凤，看到自己的亲生儿子还有一线生机，告诉了埋藏心底20多年的秘密。我才是他的娘亲。此话一出，傅红雪如遭五雷轰，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再三确认刚刚母亲说的话。叶开才是我的亲生儿子，而你才是当年被我调换的孩子。对不起，我必须救我儿子。看着花白凤将受伤的叶开带走后，留他一个人傻傻的待在原地。此刻整个人犹如被挖去心脏，抽走灵魂的行尸走肉。20年后的今天才知叶开才是真正的傅红雪，支撑他活下去的报仇信念彻底崩塌。他将何去何从？请看下集分解。幽尾关元七门膻中神藏阴疮，不偏不倚刺入傅红雪胸前的6大经脉穴位。此神器名为困龙钉，一旦被此钉所困，体内真气流通不但受阻，稍一用力，经脉就会碰触此钉，周身将会受到切肤剜血之剧痛。鬼面人见势以大功告成，缓步来到傅红雪的身前。你没有输给我，也没有输给你自己，而是输给了这张鬼面具。原来面具下的人正是奸诈的燕南飞，被困的他欲强行挣脱束缚，没想到带来的却是撕心的疼痛。燕南飞看到这个像蝼蚁一样蜷缩在地上的男人，黑暗扭曲的他发出病态的邪笑，而此刻的傅红雪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一切，越想反抗带来的疼痛感越强，但是这些远远还不能给燕南飞带来心理上充足的刺激感。变态的他将傅红雪带到明月心的身边，原来他最想看到的是挚爱的两人彼此受苦的样子。阴暗的他讥讽明月心，原来你喜欢的是一个废人，而且是一个有病浑身抽筋的废人。欲用这些杀人诛心的话语来刺伤明月心。明月心虽睿智，但看到危在旦夕的心上人，内心不免为之心痛。他用颤抖的声音来呼唤傅红雪，但迎来的只是无言的沉默。看到这一幕，不自觉已红了眼眶。雀奴上前查看，方知是被困龙钉所伤，摇头的动作回应着明月心。他恶狠狠地质问燕南飞：“你竟然用这么无耻卑劣的手段？”而燕南飞却冷嘲热讽，用激将法来刺激他：“你如果真的爱他，就亲自将他体内的困龙钉拔出来。”雀奴看到明月心欲想拔出，立马制止，因为现在他已经被困住了全身的穴道，武功尽失，如同废人一样。如果强行拔出，傅红雪必死无疑。燕南飞望着受尽折磨的两人，一个生不如死，一个却束手无策，内心极度的开心，放声仰天大笑。临走时扬言明月心早晚会是自己的囊中之物。听到此话，傅红雪更加的激动，浑身颤抖，引起了癫痫病的发作。明月心抱着昏死的心上人，心如刀绞的他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叶开和花白凤听闻此事，来到明月楼看望他，刚到门口就听到雀奴的叫喊声。进来看到傅红雪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将些许内力蓄于掌中，颤颤巍巍地举过头顶，想用最简单的方式了却自己的一生。明月心立马冲上前阻止他的行为，拼命拉着他的手试图掰开。此刻受伤的他如同废人一个7尺男儿被挣扎的力量，反弹重重地跌下了床。这时一直未敢靠近的花白凤脱口唤道：“孩子，娘来看你了。你不要这样看我，你不要用这种眼神看我。”傅红雪懊恼看向这个让他承受了20多年仇恨的女人，用尽她能用的力量，发出了一声低吼：“你不要向前靠近我。”花白凤试图挽救这段20多年的母子情，但这些话在此刻却显得如此的苍白无力。傅红雪内心挣扎着想避开这些话语，忍着心如刀割般的疼痛，发出歇斯底里的话，咬着牙让这个女人不要再来欺骗我。我不是傅红雪，
我根本就不该活在这个世上，我不应。话刚到嘴边，虚弱的身体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由于情绪的激动，再次引发身体的抽搐。明月心察觉到异常，立马阻止花白凤不要再继续说下去，刺激他。可能此刻的发病，他本不想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以此重伤母亲。傅红雪恢复了平静，花白凤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儿子受到如此大的折磨，说出了不愿说出的话。你们难道要看着他一辈子受折磨？你们明明知道他现在生不如死，痛苦万分，但是你们却不肯取他的性命。你们告诉我，你们能救他吗？告诉我！一番话让两人无言以对。意识尚存的傅红雪眼角一行泪，缓缓地划过脸颊。可能最了解她的还是这个养育自己的母亲。她深知自己现在是废人一个，苟活于世只能拖累身边爱她的人。当花白凤玉要动手时，看到自己的儿子呼吸尚存，终究扛不住一颗母爱的心。随后从明月心的口中得知，现在也许只有公子羽的大背负方能保住他的性命。但是欲要到云天之巅夺得此秘籍，堪比登天。傅红雪的命运将迎来什么？请看下集分解。时光飞逝，半年时间匆匆而过，两姐妹的再次重逢已然没有了当年的那种喜悦。纯洁的姐妹情，终究还是敌不过现实的残酷。明月心看着面前黑化的周婷，一时间竟没有认出来。当周婷开口说话的瞬间，熟悉的声音让她心头一颤，大惊失色。激动的她方才反应过来，欲上前却被周婷冷酷的表情所止住。当务之急必须尽快到云天之巅给傅红雪夺取大背负，容不得她在这里耗费太多的时间。然而早就被仇恨蒙蔽双眼的周婷，决定再次取她性命。只见她烈火缠身，双眸中皆是像烈焰般的杀气，出手狠辣，招招致命。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明月心无奈，只能拼命应对。心有顾忌的他被周婷逼得连连后退。这时周婷抓住破绽，向明月心发出了致命的一击。明月心被炙热的火焰摧飞数米远，起身捂着双眼发出凄惨的叫声，而周婷的脸上始终挂着那副冷酷无情，外表未起一丝波澜，但是灼心的疼痛让这个坚强的女人还是忍不住一遍遍发出撕心的哀嚎。此刻的她打心底相信妹妹不会对自己下死手，而周婷的恨不但是其一心的死，更多的是明月心的横刀夺爱，羡慕嫉妒恨的恶念已经渗入到了她的骨髓中。明月心，你不是一直想和傅红雪一生共婵娟吗？我倒想看看你现在瞎了眼睛，还怎么跟傅红雪一起看明月？明月心伸开手臂欲想碰触他，而他却视若无睹，飞身离开，把他一人留在此地。孤独的他在空旷的丛林中显得如此的无助和悲怆。只见眼眸中流出阴阴点点的两行鲜血，捂着双眼试图来减小失明带来的疼痛感。还好却奴不放心他一个人来云天之巅，就一直尾随。上前看到这痛心的一幕，速速将他带离此地。周婷返回云天之巅之后，在修炼自己红花烈焰手的时候，不知是对姐姐明月心的心生愧疚，还是被公子羽教给他的功法所反噬。只见他血气上涌，一口鲜血喷涌而出，慌张地翻看着公子羽传授他的秘籍心法，开始怀疑是公子羽防范自己的手段，于是决定向他问个明白。来到议事大厅，看到守卫的侍女昏昏欲睡，上前点了他的穴道，随后穿过帐庭，顺着后方的密道一步步来到一处天寒刺骨的密室，转身看向屋内，正中摆放着一口巨大的冰棺。他思索一番后，决定打开一探究竟。没想到推开后，惊讶地发现里面之人竟然是主上。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让他更想看看面具下的公子羽到底是何方神圣。冰魄玄功眨眼间已将周婷的四肢牢牢控住。看到这不可思议的一幕，吓得已语无伦次。公子羽犀利地说道：“你看到你不该看到的，你就必须死。”周婷坚定的眼神中同样透露着冰冷的杀气，说到：“这件事我会保守秘密，你暂时还不能杀我，因为我还没有看到明月心在痛苦中死去。”看到周婷的仇恨如此的执着，决定先放她一条生路，待解决掉傅红雪和明月心之后再做处置也不迟。棺盖缓缓合上，惊魂未定的心方才慢慢平静。为了不让别人发现公子羽的真容，到时候栽赃到自己头上，避免多生事端，临走时解开了侍女的穴道，不料听到了一个可以置公子羽于死地的秘密。没有镜子真是麻烦。没有镜子，云天之巅不能有镜子。原来如此。周婷前脚走，燕南飞利用红扇把侍女支开，偷偷的也来到公子羽的帐内。他的目的却是人人梦寐以求的无上功法大背负。野心勃勃的他潜伏云天之巅数十载，只为得到此秘籍一统天下。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机缘巧合下被他找到了载有大背负的灵珠。看似简单的事情，其实越复杂。这会不会是公子羽设下的陷阱呢？请看下集分解。
人们常说恶向胆边生，富贵险中求。灵珠在皎月的映射下，金光流灿的字符豁然乍现，悬浮在空中。这就是至高无上的心法秘籍大悲符。燕南飞看着不可思议的一幕，内心的激动溢于言表。恰巧这一切都被窗外的周婷尽收眼底。沉寂在高兴中的燕南飞，却浑然不知一场噩梦即将悄然来临。常年的寄人篱下也练就了他，心狠手辣的同时，也必须处处小心翼翼。灵珠现在犹如一块烫手的山芋，免得夜长梦多，必须马上放回原处。正当他把灵珠掏出的刹那，突然从暗处飞射一只羽毛暗器，慌乱躲避的同时，手中的灵珠也随之滚落在地。飞羽逐魂，是南宫世家的人。这时，只见一女子缓缓现脸而出，原来此人正是南宫世家的南宫邪。生死攸关的时刻，不容他在此停留半分，必须马上离开。没想到刚向前迈出2步，就见到了最不愿见的人——云天之巅的主上公子羽。巧言令色的燕南飞试图把盗取大悲符之事全部推脱在南宫邪的身上，编造种种借口，以此来瞒天过海。殊不知这一切早就在公子羽的掌控中。为了让他心服口服，在周婷的带领下，将燕南飞的心腹红扇押了上来。看到这一幕，深知自己在劫难逃，瞬间肝胆俱裂，无言以对，立马下跪祈求公子羽的饶恕。周婷看到掉落在角落的灵珠，附身捡起的同时来了个偷梁换柱，而这波操作并没有引起公子羽的怀疑。趁燕南飞不备之时，挥手吸走了他怀中灵魔大悲符的副本。想要练大悲符，首先要将生死置之度外，废掉全身的武功，才可以练成。燕南飞，你不是一直想练成大悲符吗？不要！在一阵痛苦的哀嚎声中，燕南飞毕生武学瞬间被吸走，而公子羽并没有选择斩草除根。不料此刻的心念却导致了日后的杀身之祸。被废掉武功后的燕南飞如同蝼蚁一般，沦为了云天之巅的杂役任人践踏。忠心的红扇此刻并没有因为他的落魄而离开，还在为燕南飞的遭遇愤愤不平。流星和冷月无意间道出了齐艺星的死和两人有着莫大的关系。说，你们主仆2人在湖畔小屋到底干了些什么？要真让红花知道，你肯定会死无葬身之地。殊不知这番话刚好被前来的周婷全部听到，方知湖畔小屋的一切另有隐情。当晚周婷为了弄清事情的原委，趁着夜色找到燕南飞，没想到他却巧舌如簧，对当年的事情死不认账。就当周婷对2人痛下杀手的时候，为了保住燕南飞的性命，红扇不得已才将齐艺星的死和盘托出。听后脸色大变，怒火冲天，一气之下使出最强招式直袭燕南天。危机时刻，红扇挺身而出，为他挡下了这致命的一击。当再次攻杀时，冷月和流星赶到阻拦，双方厮打在一起。周婷寡不敌众，恰巧被潜入在云天之巅的骆少兵出手相救。2人不经意间一路来到湖畔小屋，发现多年未住的小屋里面竟然灯火通明。原来是他的姐姐明月心，被他锁伤之后就一直住在此处，试图找寻能够医治眼睛的灵药。却奴看到明月心的伤情，甚是心痛，出口便要杀掉这个不知好歹的妖女，而明月心还却处处在为他护短。我受的只是皮肉伤，可是他受的是锥心刺骨的痛啊！我真的希望可以代替他承受所有的伤心和痛苦。这番话深深刺痛着门外的周婷，发出了微弱的哽咽声，引起了却奴的注意。推门而出才知是周婷，2人的误会终于烟消云散。可见时间真是一味良药，再大的困难都敌不过时间的流逝，心坎都是暂时的，加油，年轻人！古往今来，女子本弱，为母则刚。为了求得大悲符救复红雪的性命，一身傲强的花白凤此时却放下尊严，卑躬屈膝，在大庭广众之下向公子羽母子磕头行拜，附身贴地的态度足以见得花白凤的虔诚。然而这些却没有换来南宫邪的一丝怜悯，并要求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认自己是一个下贱的小三，细说自己是怎样无耻淫荡勾引人夫。身为人子的叶开哪能看得自己的母亲忍受如此大的屈辱，欲上前阻挡这一切，却被花白凤强行制止。执着的眼神中透露着母亲心意已决。为了复红雪，此刻的她已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冷酷无情的魔教公主，而是一位低声下气救子心切的母亲。花白凤不该淫荡无耻，勾引人夫，坏人天伦。花白凤面对南宫邪的百般刁难和万分羞辱，始终不曾退缩，但南宫邪却出尔反尔，从始至终都没有要交出大悲符的意思，就是想看到花白凤作为一个小三丑态百出的样子。就这10个响头，就想让我一笔勾销吗？南宫邪看到此景不禁放声大笑，扬言杨长风的野种不配拥有灭绝10字刀谱。叶开听到此话，怒火中烧，掏出飞刀欲上前教训，却被花白凤再次阻拦。叶开虽有不舍，在刀谱和傅红雪的生死两难中，他选择了后者。当刀谱临近公子羽之时，却被他一掌摧毁。众人看着不可思议的一幕，原来目的就是毁了他。他不愿看到杨长风生前遗留下的任何东西。花白凤这时方知南宫邪的用意，怒斥南宫邪卑鄙无耻，而他却不以为然，轻蔑视之。我告诉你，我就是要杀了你，杀了你的儿子，杀了傅红雪。
这些话句句刺痛着一个救子心切的母亲。面对这个言而无信又自命清高的南宫邪，一忍再忍的心彻底爆发，凌空飞身一支长鞭脱手而出，直击南宫邪的命门。两个母亲在场中发泄着对彼此的恨。公子羽看到母亲处于下风，随即也加入战斗，一时间场面异常混乱，战况焦灼难分，不相伯仲。公子羽的冰魄玄功果然名不虚传，不但对叶开的小李飞刀丝毫不惧，还将他反弹摧飞数米，已再无招架之力。随后命冷月和流星对母子二人痛下杀手。这时忽见一人凌空踏步，借力飞身而来，落地瞬间挥出一刀，强大的刀气逼得两人连连后退。傅红雪上前欲带花白凤离开此地，南宫邪开口说道：“你难道不愿救傅红雪的命吗？”花白凤驻足转身，当看到公子羽手中的大背斧，为了20多年对傅红雪的愧疚和自责，不顾两人的劝阻，母亲。花白凤此刻选择挺身而出，可能才是对傅红雪和对自己最好的解释。已经奄奄一息的她希望得到傅红雪的谅解，恨自己不该把仇恨交给傅红雪去背负。你一直不肯叫我一声娘，娘好后悔，好后悔啊！真不该那样对待你，我甚至没有好好的抱过你。傅红雪抱着即将离去的养母，泪流满面。她会原谅这个让她背负20多年仇恨的母亲吗？请看下集分解。人间聚散终有时，度过了大灾大劫，人方能大彻大悟。傅红雪抱着离去的花白凤，眼眶中的泪花默默地划过脸颊，嘴上一句句娘亲听得人揪心四起。怪就怪命运太会捉弄，使她头一次感受到母爱，却是在离别之时。迟来的母爱让这个7尺男儿深陷在悲痛中，久久不能释怀。微风轻轻掠过，地上的大背负被一页页翻开，心碎的叶开看着母亲用生命换来的，却是一本空白的秘籍，顿时醒悟，原来一切都是一场天大的阴谋。面对眼前的种种，南宫邪母子没有一丝悔恨之意，并大声讥讽花白凤是一个笨淫邪恶的妖女，能有今天纯粹是罪有应得。叶开瞬间恼羞成怒，率先发起攻击，双方混战在一起。公子羽面对叶开灵活多变、急速如风的飞刀，你来我往，见招拆招。几个回合下来，公子羽抓住破绽，将叶开催退数米。而此刻的傅红雪，由于伤情的发作，身体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强忍着困龙钉传递的尖锐痛楚，握紧手中的刀，为了同生死的兄弟，也为养育自己的母亲，拼尽全身力气，颤颤巍巍地支起了腰。无言的愤怒在这一刻击溃了他冷血的心。南宫邪也被这猝不及防的困龙钉所伤，他告诉公子羽，傅红雪以自己的内力强行逼出体内的困龙钉，届时的武功徒增1倍，千万要当心。但是拥有冰魄玄功的他丝毫没有放在眼里，没想到此刻的傅红雪犹如神魔附体，简单的招式中似乎蕴藏着无穷的力量，逼得公子羽连连后退。突然冰魄玄功发出巨大的内力波，眨眼间将傅红雪周身全部冰封。这时只见傅红雪无形的意念脱离本体，蓄力一刀将公子羽的面罩一分为2，露出了面具下的真容。吃瓜群众纷纷上前看向这个容貌奇丑无比的怪物。叶开看着面前的公子羽甚是疑惑，只因江湖传说公子羽风流倜傥，貌似潘安。他默默转过身讲述着自己的往事，原来自莫林之役之后，公子羽就身受重伤，从而导致面容肌肉萎缩。为了母亲和武林盟主之位，力求武功速成，没想到却被反噬，导致精疲力尽，身形枯干，只有常年躲在冰窖内来延缓肌肉身形的萎缩。归根到底，全部的一切皆因仇恨。回想往事历历在目，犹如一把刀一个结，一个让他一辈子都抬不起头的阴影。不自觉间已红了眼眶。人的命天注定，冥冥之中皆有定数，就让上天来评判吧。欲上前发起攻击，这时一面镜子出现在眼前，望着镜中丑陋的自己，惊恐万分。愈想逃离出现的镜子越多，骨子里的自卑一直让他活在厚厚的伪装下，无法自拔。心魔彻底紊乱了他的心智。他没有败给任何人，而是败给了自卑的自己。南宫邪挪动着身体，缓缓来到他的身边，看到此刻的公子羽，发出了最后的一点倔强。你已经废了他的筋脉，要杀，你连我一起杀！傅红雪想起母亲临终前的遗言，让她放下仇恨，放下执念，活出自己本该有的人生。她缓缓放下手中的刀，和以前的自己一刀两断，转身抱起母亲花白凤，穿过人群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迈着沉重的步伐，同时又感觉如释重负，在得到中失去，又在失去中得到，这就是爱恨纠葛的傅红雪。以为一切归于平静了，没想到觊觎已久的燕南飞突然出现在母子二人的身后，犀利的眼神中透露着凶狠的杀气。他终于得到了心念的无上功法大背斧，终极大 BOSS 终于显出原形，他的目的又是什么？请看下集分解。
江湖多变迁，风水轮流转，一直觊觎大背负的燕南飞，终于梦寐以求得偿所愿，走上了人生的制高点。现在流星和冷月已远远不是他的对手，功法大成的同时，也露出了内心阴暗的本性。为了一雪往日两人对他的踩踏和欺凌，决定让他们永远活在痛苦的煎熬中。双眼失明的明月心依旧是那么的平静如水，此刻为了雀奴一直以来对自己的关心，表达真诚的感谢，浑然不知一场噩梦正一步步向自己靠近。这时突见一个身影夹杂着狂暴的笑声，飞身来到大殿前，看到眼前的一幕，大声讥讽明月心：“你果然是瞎得厉害，连小矮子都能入得了眼。”无耻奸诈的笑声让他一下子就辨识出是燕南飞，而他此次前来的目的就是要带走明月心。我要明月心上云天之巅，做我的新娘。住口！雀奴听到此话，怒气冲天，手持匕首上前准备和他硬碰硬。只见燕南飞将一股诡异的黑气蓄于掌中，当雀奴近身时，一掌击中他的天灵盖，在痛苦的哀嚎声中，一缕缕黑气灌入到他的体内。这时传来明月心对雀奴的关心，更激起了他心中的怒火，面目狰狞，咬牙切齿，一把抓住他的脖颈悬至半空，紧接致命一击将他摧飞数米，口吐鲜血，再无还手之力。你这是什么武功？大背负！两人面面相觑，惊恐万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雀奴仍希望有一天可以带他到自己的楼兰古国，远离这里的是是非非，过上开心无忧的生活。他抱着离去的雀奴伤心欲绝，趁机将载有大背负的灵珠偷偷藏于腰间，并写下了凶手的名字。次日一早，当傅红雪和周婷发现明月心一夜未归，心中甚是不安。两人随后来到明月楼，看到了雀奴的尸体，心想明月心一定是出事了，上前查看脖颈上的伤口是公子羽的冰魄玄功造成的。就当两人疑惑时，意外发现地上明月心留下的字迹，方知是燕南飞一定是练成了大背负，才会有如此本领。傅红雪立马起身，决定前往云天之巅解救他，却被周婷拦住了。现在去无非是自投罗网，何来救人？这时载有大背负的灵珠缓缓滚落了出来，像是明月心听到两人的对话一般。如果要解救明月心，当务之急就是必须练成大背负，方有一线希望。萌生退意的他紧握手中的灵珠，这次为了心上人，从新又踏入了江湖的泥沼中。大背负包含了两门武功，一阴一阳。燕南飞修炼的是魔痛天哭大悲咒，是黑暗邪恶，一直会有黑气傍身，犹如魔鬼一样。而现在傅红雪修炼的是天一地转移学法，这门绝技是正义阳刚，所以周身会出现金光流灿。大背负了，这一切都被暗处的流星所窥见。为了明月心之间的姐妹情，也为不甘被燕南飞所驱使，并告诉傅红雪，要想打败燕南飞，必须要有孔雀灵的加持。临走时替他解除了身上的阴阳生死符，回来后就把刚刚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冷月。没想到两人的对话全被燕南飞偷听到，恼羞成怒的他回想起了孔雀灵的致命弱点。孔雀灵要处子之身才能启动，你爹说了，孔雀山中上下只有你能启动孔雀灵性。要启动孔雀灵，关键在于必须是南宫世家的处子之心。脸上露出了奸淫的邪笑。为了破坏孔雀灵，他易容成叶开来到南宫灵的房间，看到自己的情郎出现在身旁，难言心中的激动，完全没有察觉到异常。燕南飞趁机将一包春药混入了茶水中，他的计划能否得逞，请看下集分解。我会用我的一切来弥补南宫世家对你的亏欠。话语间皆是表达着对叶开的亏欠，但深邃的眼眸中却透露着浓浓的爱意。殊不知自己的这份痴情将遭到肆虐的践踏。叶开转身款款地来到茶桌前，看到这一幕，坐在床边的他眼含泪水，嘴角露出一撇淡淡的微笑，内心的激动早已蒙蔽了双眼。只见韦叶开从怀里掏出一瓶不明粉末，一点点倒入杯中，那种令人作呕的眼神再次出现，端起茶水来到南宫灵的面前。为了让他彻底的消除疑虑，还为交杯酒做了深情的告白。看到南宫灵缓缓将水送入口中，一切瓜熟蒂落，两人含情脉脉地看向对方。为了避免横生枝节，刚刚故意加大了药量，随着一阵眩晕，水杯无力地从手中滑落。韦叶开只是静静地等他投怀送抱，药物刺激着他身体各处敏感的神经，炙热的温度迫使他的手不自觉地上下来回游走。当叶开指尖碰触到他的瞬间，触电般的暖流使他彻底地沦陷其中。此刻南宫灵精湛的演技，使一个经常开荤的男人也是欲罢不能。缓缓合上红色的纱帘，在幽暗闪烁的烛光加持下，给此刻的氛围更增添了几分暧昧。人生总是带着残缺的美，今晚的月亮很大很圆。叶开和南宫灵的父亲缓步朝婚房走来，还在为往事彼此道歉。突然一阵狂妄的笑声从屋内传出。叶大侠，不劳你费心了，我已经替你尽了当丈夫的责任，好好疼爱你的娘子。只见燕南天衣衫不整破窗而出，倦意的眼神中带着杀气，冷酷的表情下透着不屑。叶开紧张地质问燕南飞，你为什么会出现在灵儿的房间？自然是为了做孔雀公主的一夜驸马爷呀。
还没等两人反应过来，叶南飞一个箭步俯冲，凌空消失在悠悠的夜色中，顿时醒悟大事不妙，飞速奔向房间。推开房门的刹那，看到灵儿一身凌乱，静静地躺在那里。叶开快步来到她的身边，抱起昏睡中的灵儿。南宫伯附身掀开衣袖，手臂上的手工纱已消失不见。身为父亲的他脸色凝重，余光瞥见地上的茶杯，拿在鼻前闻了闻，方知一切都是燕南飞的阴谋，将茶杯狠狠地摔碎在地。这时灵儿体内的药性也逐渐减弱，直起身，睁开朦胧的双眼，看到父亲。爹，你怎么会在这？简单的一句话却把这个老父亲问得哑口无言。叶开连忙解释是他让父亲过来的。好像听你们说，叶南飞。两人听到此话面面相觑，强装淡定的他连忙解释，是叶南飞欲想盗去孔雀翎，已经被打跑了。然而这些没有说服力的借口却没能骗过灵儿。他转头又问向父亲，为了迎合刚刚那个谎言，直接转身向门外走去。灵儿低头发现自己不整齐的衣衫，又上下打量叶开，随后缓缓来到烛台前，颤颤巍巍地拿起放置旁边的婚服。刚才我明明误会的，跟我在一起不是叶大哥，不是我最爱的叶大哥。叶开慌忙起身，极力地解释，刚刚和你在一起的就是我。往往每一个谎言都需要更多的谎言去弥补，现在所有的解释在此刻都显得如此的苍白无力。灵儿旁敲侧击的话语更加验证了自己被燕南飞玷污的事实。看到最爱的人站在眼前，犹如万箭穿心般伤心欲绝，强忍着内心的撕裂，说着不愿说出的话，不敢奢望今世与你再结缘。我已经被燕南飞玷污了，我再也不是你心里最纯洁的灵儿。叶开上前倾诉自己对他的爱，安慰着受到莫大伤害的爱人。灵儿被叶开的包容深深所打动。莫非你真的忘记我在这边？莫非这一切都已云消云烟？你怎么忍心的把我留在后天？回来后，叶开把燕南飞玷污南宫翎一事告诉了傅红雪，孔雀翎已无法再次启动。没想到傅红雪发现了其一心在世，留下的一瓶南宫翎的处子之血。有了这灵血，就可以让灵儿重新开启孔雀翎。云天之巅，燕南飞已召集6大门派，正在操办和明月心的婚礼，靓妆红衣洗盖头。傅红雪几人能否及时赶到阻止这一切，请看下集分解。白云苍狗，野马尘埃，双方强大的内力相撞，眨眼间天地幻色，风云突变，天地交争，阴阳大背负。主要讲究内心与掌法相通，心存善意便光明正大极阳，心念歹毒将坠入魔道极阴。一脉的佛家功法相同的武功招式，棋逢对手互相搏中。傅红雪刀随身动攻击迅猛，燕南飞则掌法诡辩刁钻狠辣，一时间局面极度混乱，战况焦灼难分。这时燕南飞抓住破绽，强劲的掌力命中傅红雪胸膛，丹田之内一股血气涌入口中。千载一时，叶开和南宫翎凌空踏步纷纷赶到，长剑和飞刀两面夹击，配合默契。此时燕南飞如同恶灵附体一般，身法鬼魅，并未伤及分毫。两人上下错峰而过，燕南飞将内力蓄于掌中，俯身而下，佛门大力金刚印赫然乍现。叶开灵活侧转，才堪堪躲过。南宫翎想到昨晚的污秽之事，心中杀意四起，绵软无力的招式不攻而破。只见两袖在双臂反旋中一点点被粉碎，凌空一脚脱身的同时，腰间的孔雀翎也被燕南飞趁机夺走。左手拿着灭绝十字刀，右手攥着孔雀翎，此刻拥有武林上的2件至宝，心中大喜，洋洋得意。而一直默不作声的明月心突然发出随身袖剑，贯穿了燕南飞的身体，以为一切就要结束，不料这时反被燕南飞运动魔功而受到重创。没想到这一击正中要害，如此致命。一直失明未愈的他，回忆起曾经彼此许下一起浪迹天涯的誓言，流血的嘴角不免泛起一抹甜甜的微笑，抬起颤颤巍巍的手，用心来感知傅红雪的轮廓。可能上天对这个女人太过于残酷，离别时也未能让她见到自己爱的人一面。傅红雪将她紧紧拥入怀中，以此来温暖她，附身贴耳，轻轻呼喊她的名字，为此来唤醒她，希望这眼前的一切都是一场噩梦。周婷看到这一幕，心中压抑已久的怒火在这一刻彻底的爆发，她将全部功力聚集，同时释放。只见芊芊玉手瞬间布满老年斑，容貌也随之衰老，变成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南宫翎这时趁机将孔雀翎交给叶开，亲手毁了南宫翎处子贞操的燕南飞，对孔雀翎却不屑一顾。他心知现在孔雀翎已不能再次启动，但令他万万没想到，南宫翎手中还有一瓶自己的处子之血。叶开将瓶中的血一滴滴的注入到神器内。
不偏不倚刺入他的心脏部位，速度之快让他一时无法感应到穿心带来的疼痛，放声扬言任何人都无法伤害到自己。就在他疯狂发笑时，突然脸色凝重，目光呆滞，只见身体由内向外光芒四射，犹如一只恶魔在其中即将破体而出。凄厉的惨叫声回荡在云天之巅的各个角落，头顶上的一根木柱重重坠下，撞向他的胸膛，强大的冲击力导致他的五脏俱损，口吐鲜血。燕南飞在不甘中就此殒命。此时的云天之巅已摇摇欲坠，当众人逃出来时，在隆隆的声响中轰然倒塌。昔日的辉煌在此刻也化为一片废墟。傅红雪抱着明月心缓缓地转过身，深情地望着离去的爱人，沉重的打击仿佛又将他拉回到了最初的那个冷酷无情。另一个爱他的女人周婷，此时也即将离他而去，迈着无力的步伐，发出微弱的声音，说出了那句痛彻心扉的话：为什么我跟姐姐会爱上同一个人？如果有来生，你可以好好爱我吗？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能等到傅红雪的回答，因为他把这个答案早已给了明月心。他太爱傅红雪这个男人，以致胜过了爱自己。周婷的心实在太累了，也许只有永久的离开这一条路，方能让自己彻底的忘掉傅红雪。精气耗尽的他在傅红雪的怀里形神俱灭，化作片片红花瓣飘落在空中，每一个花瓣中都寄托着浓浓的思念，不再把心拘谨在傅红雪一人身上。他终于释怀了，对身边的人做着最后的挥手和辞别。残酷的江湖让人萌生退意，劫后余生的叶开和南宫绫徜徉在山水之间，过上了幸福该有的样子。傅红雪还是最初的那个她，只是眼神中多了些沧桑感，冷酷的表情却依旧让人无法靠近。提刀来到断魂崖，因为这里有他太多的回忆和牵挂。天涯未远，江湖再见，后会有期。